泰安初年，北离境内纷争不断，又逢3年大旱，再遭水患，以致民不聊生，饿殍遍地。道乃神仙术，不受人间苦。我看，不如你随我修道吧。神仙术，神仙，你能救他吗？修道是否成仙，不看我，看你。法有3成，仙分5等。天仙为神人，居于云中，神化轻举；神仙为仙人，莫生莫死，神通万化；地仙为道人，长生不死，陆地游闲。三蛇岛外蓬莱仙，百里城主和我说的就是这地仙。侯爷莫急。地仙下还有人仙，人仙想延年益寿，却终得一死。可这样的人仙，世间着实不少。青城山几年前仙氏的掌教吕素贞是一位，你眼前又是一位。国师，你已成仙，那你就更该为我分忧了。若真以无上仙途所说，我的确已位列人仙，但是按照世人所说的长生不死、羽化登仙，我的资质还远远不及。那位蓬莱岛上的所谓仙人，可能便是世上真正存在的一位地仙。这世上竟还有资质强过你国师之人，也怪不得百里城主偏要去寻他。由此说来，那被百里城主诱过而去的另一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。当年老和尚火烧罗刹堂，就只留下了这一幅画，也是罗刹堂如今留下的最后一门武功——心魔隐。心魔隐？是的，这只是上府，地狱传道图。心魔隐分为2篇，
上篇可见己之心魔，下篇能观他人心魔。老和尚或许是觉得上篇能渡人，所以留了下来，而下篇，就算我曾经习得过，却也知道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唉，师父用心良苦。老和尚就是想得多。但愿这地狱传道图能换回月姬施主的神智吧。师弟，你之前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答应了一位女施主，帮她做一些事情。哇，这就是大海啊！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经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于是焉，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想来我就是那坐井观天的河伯。今日见的东极海，才知世间绝境竟是如此啊！你怎么出来了呀？车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海边风大，别把你这万斤之躯吹出个好歹来，还是回去歇着吧啊！要真连这点海风也受不得，那也别想着去学什么仙导了。既然我跟着，自会保他无恙。雷少侠若真关心你的朋友，就少惹些事儿，免得再连累人家。当日强行出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华锦姑娘，以后莫要再说这些话了。你这人，不理你们了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此行要不要叶若依姑娘与我们一同。我不过是提到了她的名字，看你的没出息的样子。若依姑娘先天心脉有恙，若我们真能找到那仙人，或许能根治也说不定。那她为什么不一起来啊？不知，或许是要和她爹一同回天启去吧。总觉得那丫头在计划着什么。她从小心思就让人猜不透，明明身子弱的风一吹就能倒，还那么爱逞强。哼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你和叶姑娘是青梅竹马？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只是认识，算不得什么青梅竹马。说好了，兄弟归兄弟，这方面我们公平竞争。谁要和你争那麻烦的要死的丫头？麻烦的丫头，又在说千洛的坏话了。大师兄，前面不远有一个渔村，天黑之前，我们要赶到那里。好嘞，出发。你们刚刚在聊千洛啊？是啊。哎，原本千洛师姐倒是要和我们一起的，谁知道如剑仙突然出现，要送她回雪月城呢。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去东海寻找仙山确实危险，三师尊不放心也是正常的。按照千洛的脾气，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回去吧？如剑仙前辈可要小心喽。不会吧？那可是如剑仙，还能让千洛师姐从眼皮子底下溜了？根据我之前的经验，最多还有1炷香时间，谢玄叔叔就会追上来。我必须在这短短的1炷香之内布置好一切。
昨天刚下过雨，土质松软。我先假装从这里经过，留下向东的脚印，之后再踩着自己的脚印倒退回来，跃上北面的那棵大树。然而，光是这样是不足以骗过狡猾的追踪者的。跃上大树会在树干上留下痕迹，这当然是故意留下的破绽。所以我向北使出一枪锋来，造出向北面的，向北面突围的假象。而我真正的目标依旧是东面，没错，就是今天早上经过的那条河，顺流而下，河水会掩盖掉一切踪迹。而在那条河的下游，就是交通要道行塘镇。只要到了那里，嘿嘿，那就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了。行动开始。想得美！谢叔叔，怎么这次这么快呀？您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说狡猾的追踪者的时候。啊！我竟然说出来了！你说说你，这才几日啊，已经是第4次尝试逃跑了，就这么不想回雪月城？放弃吧，我答应了你阿爹把你带回去。要是让你就这么跑了，我这剑仙也白叫了。谢叔叔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何必藏头露尾呢？来了。你是那个？有什么话等离开这里再说。不知道那家伙能拖住如剑仙多久？那家伙，我。是你。装神弄鬼。无心见过如剑仙前辈。我见这霹雳子嗣不要钱的撒，还以为是雷家堡那小子。
我不过是拿了些雷乌节的霹雳子防身，前辈见笑了。前几日在雷家见到你，说你曾力战炎战天数百回合不败，我还有些不信。今日一交手，果然是后生可畏啊！如见仙谬赞了。你们这是受了千洛丫头所托，来救她脱离苦海的？确实是受了一位女施主的托付，不过却不是千洛姑娘。是我。哥哥，爸爸妈妈都走了，只是魂儿出去玩了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那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以后也会走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说师傅最近是不是有点反常啊？他已经许久没有过问弟子们的练功情况了，甚至连你练剑都耽误了不少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那个，我是说，武功强如何，道剑仙又如何？含恨而终，他赵玉珍终归是个失败之人。师傅是不是想成功想疯了？他的武功配合赵玉珍比？话虽如此，倒也不能这么说呀。我不一样，我还有机会。师傅，你要去哪儿？雪月城。那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概最多不过3日吧。我自然是希望越快越好。他一定在等我呢。哎，师傅，你的剑，替我卖了他吧。师傅说雪月剑仙在等他，可是那雪月剑仙不是在对战暗河中重伤了吗？不好说。我怎么感觉师傅要找的不是雪月剑仙呢？那还能有谁？哎，喂，你倒是说呀！所以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？那还能如何？小和尚倒是好说，关键还有一个骂不得打不得的叶家大小姐，她一意阻拦，我要动作大一些，把她碰出个好歹来。你替我去和叶小英拼命啊！你也别摆出这臭脸给我看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之前一口一个，哎，丫头长大了，要有自己的江湖了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柔剑仙，你可听说了那蓬莱仙之事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这神仙的事儿，我如何得知啊？33天天成天，白云上面有神仙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
只怕凡人心不坚呐。修道之人欲速成，最后坠入邪道，虽得神通，却失大道。岁月仙，其实鬼。这样的人，神通已经盖世，但心中神智随时迷失，落得个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地步。莫说神，连人也不如。你是担心那鬼仙传说？我一个凡人，管不了仙人的事儿，只是事关千落安全，我是宁可做最坏的打算。鬼仙，终究不是鬼，也不是仙，是人，只是修道入了歧途。若是引路人帮他找到回来的路，也是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替你走这一遭吧。唉，风雨欲来呀。哦，嘿嘿，小家伙，你好呀！哎哎，伤了人还想跑？抓不到你，我雷子倒着写。嘿嘿，你是第一次来海边吧？是啊，姑娘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看你抓螃蟹的样子，就没赶过海。赶海？就是在海滩上捡些能食的贝啦、螺啦之类的。不过最好要等到退潮以后，那时候才多嘞。这样啊，受教了。还没请教姑娘尊姓？芳名？我叫珍珠，你呢？我叫雷无节。哦，对了，还要请教一下姑娘，哪里可以买到新鲜的海鲜呀？买海鲜当然要去鱼市了。前日出海的船都回来了，今天是大鱼市，我也正要去呢，你就同我一道吧。多谢姑娘了。珍珠姑娘，等等我。哎，来，这鱼。哎，这鱼好有趣啊！哎，别看小鱼看着可爱，但可不好惹。它名叫河豚，却生在海里。若你不懂它的烹饪之法，回去自己胡乱一做，一口下去就一命呜呼了。这小鱼有毒，那我可不要。哎，你看这鱼，身上的斑点像是虎豹身上的一般，所以就叫老虎斑。肉可嫩了，得去了远海才能捕到。远海？是要到三蛇岛那儿吗？珍珠，这是你家从内陆来的远房亲戚吧？
是从说书的嘴里听闻的冬季海吧？我说的远海，也就是出海3、4日就能到的地方。你说的三蛇岛，可是北离海域最外的3座岛，船驶到那里怎么也得大半个月。况且我们这儿的小渔船哪行得过去？海里的浪一掀就给掀翻了，而且那是海界，官家也不让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有些麻烦啊。不过这些事，萧瑟那臭狐狸会搞定的。哎，这么大的乌龟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。那是海龟。好，现在起，这里就叫观潮客栈。观潮客栈，还真是名副其实啊！我们又不是没钱住店，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呀？你懂什么？我萧瑟住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你看这观潮客栈，面朝大海，可观日落潮生。如果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就更显得风雅了。这才是旅途中人热衷的感觉。我看你就是抠门，还感觉？什么感觉呀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就是又冷又饿吗？萧瑟，雷无杰还没回来。唉，真搞不懂，我这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都回来好久了，他去买点吃的，怎么还不见人影啊？饿呀！那小子不会是第一次见到海，玩得忘乎所以了吧？该不会遭遇了敌人？不会，这一路我们行踪隐藏得很好，并没有人跟踪。我想，他应该是掉到海里淹死了。但愿如此。嘿，大师兄，你现在怎么也跟着这臭狐狸背后说我坏话了呀？我这又是买螃蟹又给你们煮的，我容易吗？让你出去买些吃的，又没让你买些生螃蟹回来煮，这是哪里买来的？那可说来话长。我去了大名鼎鼎的海边鱼市，那里有这么大的海龟，还有那么长的一条青斑鱼。这么大的海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，对啊。好，你逛得忘了时辰，我先不提了。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最后带回来的除了螃蟹，还是螃蟹？因为便宜啊！这么大一盆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个铜板。雷师弟这考虑的也没错，我们出远海还需要借船，还不知要花多少银子，节省一些总是好的。哼，我会没钱坐船？信不信我买一艘给你们？哼，说的倒是威武霸气。哼哼，在路上的感觉。嘿，既然萧公子看不上我这螃蟹，那谁说不吃？找打！哎，嘿嘿，来啊！嘿，来啊来啊！嘿，哎，公子，哎，萧瑟，不许用你的棍子啊！哎，臭狐狸，你来真的！白煮螃蟹，观潮客栈，我是造了什么孽，要和你们一路啊？哼！干杯！
这观潮客栈可是方圆百里最好的客栈了，还特意为小僧准备了素斋。千乐姑娘有心了。是我要谢谢你们才对，不然我一定就被带回雪月城了。司空姑娘客气了，小僧只是受了叶姑娘所托，只是希望枪仙前辈不要怪罪小僧才是。我会和我阿爹解释的，无心法师不用担心的。叶姐姐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先去找萧瑟他们会合吗？会合？为什么要和他们会合？叶姐姐，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叶姑娘的意思是我们出海，但不和萧瑟他们一起。小绿儿，哥哥给你讨饭去，马上就开饭了。大饼，妹妹，参见大长老。参见城主。大长老前来所为何事啊？自然是为城主解忧而来。宋燕回老城主被雪月城扣下，如今生死未卜，还望城主解救。雪月城会做这种事儿？如今的雪月城不比从前，3位城主走的走，伤的伤，只剩司空长风一人。而雷家堡和唐门再次决裂，雪月城的盟友也不再强大。而反观我们无双城，却稳扎稳打，还有反超之势。为了这天下第1城的名号，雪月城何事不敢做呀？可是没道理呀。雪月城靠师傅做什么？我是城主，要扣也得扣我呀。城主，
救人要紧呐，此时万不可失了我无双城的颜面。请城主令。集结人马，3日后攻打雪月城。城主不必再等3日，天蚕门、逍遥洞、点苍窟、古墓派还有血衣楼，都已在城内集结完毕，只待城主一声令下，便可踏平雪月城。大长老，你。看来各位长老只是来通知我这个城主了。我们也是为城主分忧啊。既然你们如此真诚，这好意我便收下了。只是此间若有误会，本城主清理门户时，就莫怪我无情了。城主，我们真要与雪月城为敌？当然不是。那你为何？现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，就是师父去了雪月城。至于这天下第1城的虚实，我们去了便知。根据这2天收集的情报，在所有已知的海图上，3蛇岛是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。我们若要寻找仙山，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。就算这渔村最大的沙船，也根本没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船确实是重中之重，我们要加快进度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们不等叶姑娘他们会合，一起出海吗？其实，我是不希望叶若仪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因为她身体的原因？这是一方面。其实我能感觉出来，她对我似乎有些其他想法。我的意思是，她想要帮助我重回天启，争夺那太子之位。那又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是，萧瑟想要的并不是重回天启，争夺那太子之位啊。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，这样看来，执意让他回天启，只是我一厢情愿了。那萧瑟他究竟想要什么？他想做什么，我是猜不透的。不过我们白小堂的大小姐，想必是了解的吧？他让我查一个人。他不是死了吗？因为这个，我母亲还……是啊，当时你母亲青龙使李新月新剑2月，在法场上使出惊天一剑，想把琅琊王叔救下来，却没能成功，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莫非那琅琊王是假死？青龙使殒命法场之后，便是雪月剑仙李寒一大闹天启，剑指天子，最终带走李新月的尸首。那件事震惊朝野上下，可以说全天下无数的眼睛都在盯着琅琊王案。这种情况下，琅琊王不可能假死脱身。不过萧若风是死了，可琅琊王还在。
你是说世袭罔替？没错，当年琅琊王案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最终的处理结果只是王叔被问斩，其他的类似抄没家产、削去爵位一类的处罚，一条也没有。所以如今琅琊王这个爵位理应由王叔的儿子继承下来。那么，你要找的人也就是小琅琊王萧凌尘。没错，他可是个自我感觉很好的家伙。比你还自我感觉好吗？他怎么和我比啊？他那是自恋、自负，是病。不过虽说如此，他倒也不是那种会让人心生反感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喏，琅琊王在东海。我还是有点没明白，萧瑟他费了那么大力气，查到了新任琅琊王的行踪，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有一个猜想，当年的琅琊王一案，本就有众多疑点，隐约能看到，仿佛有一双手在暗处，想要操纵些什么。同样谜团重重的悬案，还有另一件，就是我武功被废的那次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有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组织，在搅动天启城的暗涌。之前我说过，重回天启争夺太子之位不是我的目标，那是因为若找不出这个藏在暗中的人，无论谁做太子，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。那你找这个萧凌尘，是怀疑他就是幕后黑手？唉，来，多吃点，补补脑子。琅琊王叔被利用了。王叔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回天乏术了。于是，他在毫无成功可能的情况下，自己提前发动了叛乱，自求一死，彻底毁灭了幕后之人的所有布置。现在想起，父王将我贬出天启，也是存了保护我的意思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到这儿了。还是来谈谈出海的准备吧。主要还是船的问题，是吗？是的，能够航行到三蛇岛以东的船不好找。别说这里的渔船了，就是一般的广船、浮船，也走不了这条航线。唯一的例外就是雪松长船，长44丈，阔18丈。只有雪松长船能开到那么远的海里。62艘雪松长船，大部分都在朝廷的水军之中，那些就不要想了。除此之外，唯一有这种船又能定期走东海的势力，就是凤凰于飞，青州木匠。这莫非就是？还真是巧了。我还是觉得你说要自己出海，像是在赌气。你呀，那就当是赌气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萧瑟他们出海可是要去到三蛇岛以东的？据我所知，只有雪松长船能做得到吧？我可不觉得我们能有办法弄到那种海上巨无霸，
这你就错了。你真能弄到雪松长船？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，北离的船只中，只有雪松长船能到三蛇岛以东。啊？好啦，不用担心，船的事情已经有一位姐姐帮我们解决了呢。大夫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大夫，您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妹妹吧！大夫，大夫，求求您救救她！并非我不想医治，只是你妹妹身体太过虚弱，由于寒毒入体，只怕撑不过今晚。你还需早做打算才是。妹妹，我们回家。你是来送我吗？谢叔，养伤要紧。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我谢祈祷，此生共杀327人，按卑离律例当凌迟。我曾经想过，自己会死在哪一场和哪一位强敌的战斗里，死战不退，尸身不倒。看来老天也觉得我这样的杀手配不上这种结局吧。谢叔说，他不想见客。不想见客，还是不能见客？暗河老一辈的人，谢七刀是最后一位。如今的暗河，怕是要乱一阵儿了。不要管谢家的事情。大家长让我们回总屋，有新的任务。新的任务？这么做值得吗？我们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。的确。不过，大家长带着我们做的这些，
真的能让我们走出黑暗吗？来，我就说这海边鱼市新奇的玩意儿特别多，怎么样？没骗你们吧？来，你们看这边，这个叫虎斑鱼，肉可嫩了。雷欧姐，哎，珍珠姑娘，今日你怎么也在这鱼市卖起鱼来了？眼光不错。帮我哥哥卖鱼呢。诚如君言。今天我特地留了一条最好的青斑给你，不收你钱。那可真是谢谢珍珠姑娘了。今天终于不用吃螃蟹了，还不如吃螃蟹呢。我赌10两银子，刘无杰不会做鱼。雷欧姐，啊，这些都是你朋友？这位小大夫叫华锦，这位是唐莲，是我师兄。这位叫萧瑟，是我债主啊。你们好，我叫珍珠，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祖上都是世交。哎，对了，珍珠姑娘，这艘船上面下来过人吗？下来过的，说是青州来的大商船，这几日在这里招募渔民，说一个人给20两金子，而且先给金子再上船，大家听了都疯了。所以你们看，鱼市上的青壮男子都去招募那边了。20两金子，这差事怕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他们说是去深海寻药材，危险的紧，而且招募条件也高，只有2、3个人通过了招募。据说附近几个大港边的渔民听说了这个消息，都往这边赶呢。是看浮水打鱼的本事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？好啊，这等有趣之事，我们当然要凑个热闹的。得嘞，小翠，你帮我看会儿摊子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好嘞。走吧。哎，珍珠，你慢点。去的晚了，热闹就看不成了。暗河有新行动了，要加派人手跟踪暗河吗？不必了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。这莫一，给我备船，我要亲自查一查这个人。哎呦，你看，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蛇是金线蛇，剧毒无比。它的毒液若是提取出来，能解天下蛇毒。所以呢，它的毒液在北离十分金贵，1小杯的毒液就能卖近100两白银。据我所知，这种蛇十分罕见，唯一大量出没的地方就是三蛇岛。哎呦，快看那蛇！这人似乎能操控着金线蛇。湘南的养蛇人又叫蛇手，他们的斗篷上撒有驱蛇的药粉。雄黄、凤凰草、细心、川乌、半枝莲。为什么还加了这么多生姜粉？估计就是防着你这种人破解他们的秘方吧。多谢。这条金线蛇估计被喂养过特殊的药材，它的毒性褪去了很多，不然这毒没那么好解。考核未通过，上铜钱30，离场。还有人要试的吗？看来这蛇不好惹，你们去吧，我可不敢。嘿，我来。
好。你们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担心那条蛇吗？小金金，来陪本少侠玩一玩。拿捕蛇棍，来呀，咬我！嘿，来得好！哼，再来！小金金，我在这里。还你！这一条不过瘾，再多来几条。兄弟，借你腰带用用啊！小兄弟，那罐子是漏的。别杀那些金线蛇！好，别过去！啊！花姐，你还能控制这些蛇？这没什么，他们的蛇药还是我师傅当年配的呢。各位，今日招募到此为止，大家散了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刘姐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放心吧，再来个10条8条的小蛇，我也能轻松搞定。再来10条8条小蛇，雷少侠怕是得拆了这码头啊！喂，臭狐狸，就会说风凉话，你行你上啊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少侠身怀绝技，刚才多有冒犯。我通过了吗？自然。我们当家的想亲自见一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？走吧。几位请。姑娘，留好那条青斑鱼，等着我们回来。好，你们办完事来鱼市找我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些毒物啊？那金线蛇培养不易，杀了可惜。毒物有什么好培养的？害人害己。可害人亦可救人，就看掌握在谁手中了。
我看这几位蛇手并非恶人，就保下了这几条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大师兄，这青州穆家真如你们所说的这般有钱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刘杰，嘴巴张小一点，别丢了颜面。果然很有钱。师弟入逍遥境了。自他入道以来不过3年，其造诣已排门内第2。师父，我当自勉。论天赋，你师弟可谓北离第1人。可有时候这天赋却未必是件好事啊。哥哥，妹妹。小14，你快告诉姑，可见到楚河了？见到了。既然见到了，为什么没把他带回来？14也想把他带回来，只是楚河的身边有几个人拦着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一个姓雷，叫雷无节，此人陛下知道。另外还有一个姓唐，叫唐莲，是唐莲月的弟子，现在拜入雪月城，也是百里东军唯一的弟子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些江湖人还要掺和我萧氏皇族的事。最主要的倒也不是他们，楚河自己也并不想回来。他还是怪骨啊，不，楚河愿意回来，不过须得1年之后。楚河的经脉被人所毁，幸得药王传人相救，才无大碍。据说百里东军曾去过一座仙岛，岛上有仙人，与天地共存，日月同老，能治好楚河的经脉。虽然一路凶险，楚河也笃定要去。锦轩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听闻那海外仙山远在三蛇岛之外，那三蛇岛每年倒是有些商船会过去，九死一生，鲜有生还。更何况还要继续往东，穿过一片暗潮。至于那仙人，数百年来都未有消息，近来却突然在江湖传出。若真有此等仙人，孤亦有兴趣。只是这般没谱的事情，却不能由楚河冒险去探。小14，你速从天启出发，拦住他们。陛下，有一人可以去做这趟差事，他正巧就在东极办事。哦，是谁？
仗剑剑，锦威。各位在这里稍候，我去通报一声。架子还真大。船上有高手。穆家是青州首富，此次来的人既然能坐着这艘价值连城的雪松长船，自然在家中的地位不低，身边有高手护卫也是应当。啊，说的我都好奇是哪位大人物了。怎么又是我？有才，快回来！他们并无恶意。十分抱歉，惊扰到了各位。小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叫有才，是我的好兄弟。兄弟，你们应该不是亲生兄弟吧？10岁那年，我偷偷跟自家船队出海，哪知一场风暴将我们带到了一片未知的大陆上。幸得有才相救，我才死里逃生。此后，我们便结为兄弟，不离不弃。有才，穆家。3位少侠，还有这位姑娘，我叫穆春风，青州穆家第3子，幸会。我叫华锦。在下萧无心。在下雷震宇。在下唐13少。4位，就算是想骗木木，这编名字上能不能用点心思？啊？我们闯荡江湖本来就光明磊落，这位穆公子为人坦荡，我又何必遮遮掩掩呢？啊，我本来就是假名，干嘛再编个假名？我看你们怎么说，我随大流。在下刘杰。在下萧瑟。在下唐天瑞。我又不像你们，作为雪月城大弟子，江湖上哪个没听过我的名字？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名字，几位里面请。不必了，我们就在这甲板上谈吧，吹吹海风，挺好。那木木就带着几位逛逛这雪松长船。不知诸位是为何来这海边小城了？我们4人同在一个师门，我是师兄，此番奉师命带他们游历，只为到那世界尽头看穷山之巅，睹无垠沧海。兄台此话有师家之气啊！我这雪松长船正要去那北离海域的尽头三蛇岛，4位大可与我同行。不是要为穆兄抓些蛇来赚船费吗？兄台此言差矣。若是4位肯帮我这个忙，自然就帮；若是不肯，也不过就是多带4个人，4位上船便是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就显得我们小气了。穆兄，你倒是说来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最近我大哥生了一种病，久寻良医，无法得治。我从一本古籍上看了医治之法，上面有3味药引，分别是3条蛇的蛇胆、金线、银衣、
以及铁琉璃。不知穆家兄长害的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？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低露恩。好诗，好诗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要配壮阳药。他病得很严重吗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其实我也没听懂。感情就我懂，你们这样让我很尴尬。其实我只是博学，要我4人协助你，并没有问题。只是我们有一个要求。但说无妨。到了三蛇岛，拿了那3枚蛇胆，你们随后得借我们一艘小船，7日之后等我们回来。敢问4位要去哪里啊？这你也要管？这穆某自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前朝东极海事都督曾著东行海域志，说三蛇岛之外乃是死域，我只是担忧啊。看穆兄学识渊博，遍览古籍，那么古籍中可有说死域之外是何境？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死域之外乃是世界尽头，行至深处是一处不见底的悬崖，海水在那里汇聚，奔流而下，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把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但是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却说，那里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处。不管是哪一种可能，都值得一看。如果7日之后我们没有回来，你大可把船开走。行还是不行？给个答案吧。好，待我召集足够的捕蛇人，3日后我们便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。怎么，你要反悔？听手下人说，他们3人各怀绝技，但却不知枭雄有何本事。我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但是他们都听我的，如何？很好。你来了。是的，我来了。你就是苏沐雨，上一任魁，暗河公认的杀手之王。哎呀，连由你出马的任务都失败了。现在不得不派出我这个厉鬼来帮谢七刀索一下命。我对你的任务没兴趣，可我对你感兴趣啊！我至少准备了20种方法杀死你。我一直在等这一天，能和你交手的一天。我们杀手交手，不出生死，不判胜负。唉，大家长不让我出手。可我越来越忍不住了。
他们都说我是个话痨杀手，你是个哑巴杀手。两代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习惯。据说当年上任大家长想让你继承他的位置，你为了还一个救命之恩，将位置让给了苏昌河。哎呀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，因为有情有义的人不适合当杀手。闭嘴！啊，你生气了？这里是星落月影阁。放心，大家长会在我杀死你的那一刻拦住我的。呀！喂，住手！不得对苏家家主无礼。大家长，我知道你想试刀，想杀强者。上次没让你一同执行任务，你心有不满。若是魁去了，上次任务便不会无功而返。重创雷门和唐门，还让两家反目成仇。上次任务不算无所得，而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锁定了一个人。这一次，我要出动所有的朱影，帮我去杀那个人，包括你。所有的朱影，一个人？永安王萧瑟。看招！哥哥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没事，哥哥不累。道乃神仙术，我想快些修道成仙。成仙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就不在意这些，我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就好。如果再能回家看看，那就更好了。等我，我很快就带你回家。这个沐春风答应得如此爽快，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会，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我见多了，自以为风度翩翩，气度不凡，听了些想看海之绝境之类的话，就仿佛遇见知己一般掏心掏肺。他并没有什么城府，挺好骗的。哎，小泽，你当日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我的？那次是我眼拙，看错了。哎，亏我还惦记着让珍珠给你留鱼吃。你们肯定饿坏了吧？让你们久等了。家里也不是很富裕，委屈你们了。不委屈，我们生在内陆，难得吃到这么新鲜的海鲜。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我家有酒，你们等一下。找到了。哇！尝尝看。哇，
好酒。酒是好酒，却喝不得。这酒的确喝不得。有酒喝不得，简直是人生一大折磨。今天这酒啊，就算是大师兄下了毒，我也要喝。这酒啊是女儿红，北黎有习俗，女儿金钗之年就要在院中埋下一坛女儿红，等女儿出嫁时再取出来喝。你现在要喝，是要娶人家吗？啊。没事的，一个形式罢了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嫁了人，爹爹一个人得多孤单啊！正好今天喝了这酒，绝了他的念想。那我们明日去集市上再买一壶女儿红，偷偷埋进去吧。好主意。也罢，相逢意气为君饮，今夜我们便好好喝一杯。来。好酒，此次出海能如此顺利，多亏了珍珠姑娘。这第2碗酒，我们敬珍珠姑娘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啦。你们怎么了？肯定是爹爹来送吃的了。等等，那可不是你爹，是暗河的人。不是，这个人的气息有种说不出的熟悉。交给我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姑娘，以后不要轻易招呼别人回家吃饭。你从小在这渔城，不知道外面的人其实很坏的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们是好人。但这敲门的，我听过你的剑，虽是名剑，但未被列入剑谱，因为剑下亡魂过多，戾气过重，只得以符箓制之。此剑名渊也，是开国皇帝上阵时曾佩戴的随身之剑。你是谁？怎会拥有这柄剑？我也认得你的剑，天下名剑之4，心。你是李新月的儿子，如何？你的剑法比起青龙使实在是差太多了。平地一声雷！你不是自在地境，我能对付你。自在有掐死，
逍遥任我行。当年姬若风分着武学4境，只是指武力的高低，那是世人的愚昧。我的身份是枷锁，我的剑亦是枷锁。我此生都不会入那逍遥境，但我能以自在杀逍遥，这是我的境界。以自在杀逍遥，你是长剑剑，锦威公公。若不是长剑剑，天下谁又有资格佩戴先皇所用的渊焰？可锦威大剑怎会用着月影剑？不是月影剑，这门剑法叫影月。影月，雷无节，那些都不是虚影。明白。月息花尘。锦威公公手中的剑是压制自己的枷锁，他是5大剑中力气最强的。那剑上的符箓压制的是剑气，亦是他的杀性。若上面符箓全部散去，今日我们就离不开这里。六皇子言重了。老臣奉皇上之命，特来接你回去。为表诚意，老臣还多次敲了门。你个老太狗，这边就看个鬼杀人，这叫土！是我那朋友鲁莽了，大剑莫和他见怪。大剑来接我，我哪有敬酒不吃的道理？六皇子，请吧。唉，既然是接，总该给我些时间准备吧。好，那就3日为期。谢六皇子赐酒。3日已到，怎么还不见那几位高手过来？嗯？这个人好可怕！哎呦，孩儿啊，可不敢乱说呀，那可是官家的人。哎呀，好。别在这儿走嘛！我心想不行。紫衣蟒袍，他好像也在等着。哎，何必管他人之事？难不成我真的看走眼了？被那几人诓骗了不成？六皇子一言九鼎，绝不会骗人。难道遇上了麻烦？这几人武功高强，这小小余城，应该不会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呀。还是再等等。公子，
那几位高手让我通知您，快起航，他们已经在船内了。竟有这等事！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快，带我去见他们。是。萧瑟，你怎么想出这骗人法子？那个老公公肯定气死了吧？别胡说，我萧瑟可从不骗人。确实啊，这约定也是那锦威公公单方面立下的。珍珠姑娘，后会有期。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人。再等等，他们一定还在路上。世人都说你天赋异禀，却不知你天赋背后的值。人人都有值，否则人是活不下去的。可直至于此，或许值本身就是一种天赋吧。2、3、4，哎，我的霹雳子怎么少了几颗呀？我在码头必经要道等了你们大半日，你们是怎么进到船里的？啊，我们昨天夜里就来了。这是为何？自然是因为萧瑟被人萧兄他临时起意，想要给你个惊喜。啊，哦，对，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这里还有哪些房间啊？上房还有2间，中间的却没了，勉强挤挤，恐怕也就能加一张吊床。啊，下房最多，
就是怕有损了各位的身份。那萧瑟和华锦住上房，我和大师兄住下房。我可没说要住下房啊，中等房还能加吊床呢。大师兄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那，那，罢了，下房就下房，我倒要看看这下房是个什么样子。哎，雷兄且慢，此时天色尚早，不如我们先畅饮一番，也让我沐春风对此番招待不周表达歉意。有酒，你早说呀！若是好酒，别说下房，就是餐风露宿我也住的。请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此酒名秋露白，乃是帝都天启碉楼小筑所酿。每月只有在15那一日，碉楼小筑才会拿出3壶秋露白来招待贵客。我就用这壶秋露白聊尽各位吧。秋露白绵柔了些，也罢，那我们就多喝一些吧。多谢不求。好。天瑞兄，天瑞兄，让你不说真名，这下露馅了吧？行了，我早就看出你们隐瞒真实身份了。哎，只有大师兄隐瞒了啊，我可没有。依我看，船已出海，你也没有瞒下去的必要了。啊，在下唐莲，之前在下唐莲，你就是雪月城的大弟子，百里东君的徒弟唐莲。正是在下。怪不得我这样好的酒，你们也没有半分惊讶之色。说起来，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喝上一次7盏星夜酒。如今见了堂兄，真是上天眷我，得偿所愿啊！既如此，我们更该一醉方休才是。堂兄，请。你们此番前去东海，是为了给这位萧兄治病吧？他尚有气色，却虚寒未愈。在下志在学医，博览群书。3岁读本草，8岁通内经。萧兄这病，我倒也可以指点一二。穆兄有心了，这位华锦姑娘乃是药王谷的传人。说起来，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拜入药王门下。如今见了华锦姑娘，真是上天眷我，得偿所愿啊！师父在上，受徒儿3拜。别喝了，我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。师父，请受我最后一拜。都说了，我不是你师父。我深知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，我只愿今生所至，即是为快。那你就等着吧。此乃我毕生心愿，还望师父成全。谁是你师父？师父大人有大量，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。我不是大人，也没有大量。师父还请受我最后一拜。我不是你师父。让我磕，不准磕，磕吧，不准磕！你们快来帮帮我，我没命！这拜师也不急在一时，穆兄，咱们先喝酒。今日相见，既是缘分，若不能拜师，喝酒喝酒。这家伙和华锦倒是绝配。
现强大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刚才没人帮你，你躲不躲？我的剑不是用来杀这些人。可你需要船，而且这些人最终还是因你而死了。嗯。希望那个自恋的家伙早点出现，不然……不知道萧瑟他们怎么样了？哦，你说叶若依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你也认为他在想我？其实他人挺好的，明明自己身子那么弱，却一心为萧瑟着想。萧瑟这家伙，还偏偏不领他的情，就连出海都不带他。不对呀！他全力辅佐萧瑟，又和萧瑟青梅竹马，两人这样般配，那我岂不是没戏了呀？哎呦，小点声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个笨驴，瞎说什么？有戏，我们有戏。不管怎么看，萧瑟都更喜欢司空千洛呀。千洛师姐，你可千万要争口气呀！准是萧瑟，那家伙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。萧瑟背后说你的，可不是坏话哟。他说我什么？他说你肤若凝脂，面如桃李，直率爽朗，有情有义，还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可谓是集百种优点于一身。可惜，却只有一个缺点。什么？缺点温柔，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。哪个男人不喜欢那如荷花般透着一点温柔的娇羞呢？你若是每天温柔地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温柔地与他点烛夜读排忧解难，温柔地对待他的朋友，凡是有好吃的，都想着他的朋友。好你个无心，敢耍我！嘿！臭和尚，有胆就别跑，我给你松松筋骨。松筋骨倒也不必，小僧只是皮痒而已。开枪！嘿！嘿！呀！怎么又打起来了？这是第几次了？今天的第3次。月姐姐，帮我教训这个臭和尚。
无心法师，我找你来，不是要你拿千洛开玩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千洛了，我说雷无杰，行了吧？我那小兄弟雷无杰，可不只有少年情，他的好，你才见识不到一半呢。这与我无关。哎，雷无杰还有哪些优点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他呀，不仅人傻钱多身材好，而且天生玲珑心。如今他对你动心，一瞬便是一生。这一夜就这一句话，你却盯了那么久，还说不好奇？不要欺负我2个妹妹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蕊姐姐有勇有谋，将那唐林兄拿捏得死死的，小僧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若是叶姑娘和千露姑娘能有蕊姐姐一半的机智洒脱，小僧现在怕是已经当干爹了。你一个出家人说这种话，大黄，咬他！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看你就在甲板上待着吧。想不到我无心竟也落得这般待遇。喂，你还打算挂在我身上多久？罢了，也该去看看那几位兄弟了。我们走。师弟，欲速则不达，先吃些东西吧。来，谢师兄惦记。师弟，你还不进食吗？欲速虽不达，可至少那也是在前进。若依，无杰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也，我对你无需多说，用行动来证明。
雷无极，想不到你这么爱我，这让小僧情何以堪呢？无心，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见面。萧兄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只是你不是去了天外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只能说我们有缘，缘分到了，小僧自然就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我们喝酒。秋露白，想不到你们这趟出游待遇竟这样好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直接跟着你们的船了。这茫茫大海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是乘天女蕊的船来的。叶若依也在船上，还有司空千落。萧兄，可否和我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？看样子是位高僧啊。天外天，魔教。魔教？想不到魔教之人竟是如此风采。你不害怕？我从不以出身论人，因为我在穆家也是一个异类。因为你是穆家人，却一心学医术。这只是一点。你们知我是穆家三公子，却不知我穆家此一辈的具体情况。我二哥幼时便已夭折，大哥患有隐疾，难有子嗣。若是大哥的病治不好，这穆家的通天财富，便是由我来继承。即便如此，你还要给他治病？正是。所以在我们青州人的眼里，我是一个傻子。家财万贯，不近人情，又能聪明到哪里去了？我看笑话你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傻子。雷兄懂我。先前我本是要去那三蛇岛捕蛇，可如今我却觉得，即便不去，这趟也赚翻了。此话何解？只因认识你们这群少年，你们见海辽远，就心生豪迈；见花盛开，不掩心中喜悦。前路有险，却不知所谓；友友在旁，就像醉酒高歌。想笑了就大声笑，想骂了就破口骂。人间道理万卷书，只求随心，随性行。同道中人呐！莫非是他们来了？叶姑娘，无心，坐着这么小的船赶过来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我们的船虽不及这雪松长船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破败。哎，奇怪，船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难道是传闻中的幽灵船？早年很多人跟风下海，结果宝藏没寻来，倒把命丢到了这海里。他们所乘的货船，就那么孤零零的在海上飘着，成了这大海中的鬼魅。哇，
听起来挺刺激的。我先上去看看。哦，松雨。萧瑟，这一次，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哎，我的面子还真大呀！哼，想动我萧瑟师弟，得先问问我们2位雪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师弟。 又是这个行货，苏沐雨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自己倒送上门了。雷无极，暗河听令，杀！刘无节打不过那苏沐雨，你快去帮他。这次暗河为了杀我，做足了准备。小熊母火，随我来。追！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的目标不是你们。别在这假慈悲！当日你怎么不想着放了道剑仙，放了我姐姐？道不同，无需多言。我平生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拿高手练刀。你可是这里唯一的逍遥天境。 而且你似乎很特殊，上次光顾着打剑仙了，没见着暗河。这次就让小僧来会会吧。我得好意提醒你，和我对决，你可得拿出全部的实力来。小和尚，对我开始好奇了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身份。魁，只有暗河武力最高的人才能担当这个角色，所以你和我打，绝对不亏。阿弥陀佛，杀手还能这么话痨？小僧的确长见识。 我看你倒是适合来当和尚。别的不说，每天念经管够。有意思。呀！这钟倒是不错。 有点意思。他刚才是凭空消失，凭空出现。小和尚，快点拿出些别的招式来，许久没有练刀了，我可是饥渴得很啊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别的玄机。
到底是什么？小和尚，别想了。什么？无声无息地进入我的般若心中。我和他们那些只会用刀剑打打杀杀的人不一样，我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，修习另一种世人完全不了解的秘法。只要你还能给我足够多的惊喜，我还能让你多活一会儿。大师兄，我没事，就是一直被他这么拖着，也不知道萧瑟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们怎么不追了？不对，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？我去引开它。小熊，小熊，坚持住，等我回来救你。萧瑟，你无处可逃了。萧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哥哥，我今天和齐天辰师兄说话了，可是他没理我。师兄早。他好像根本就看不到我。我又和师傅打招呼，可师傅也看不到我。哥哥，我真的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别担心，很快他们就能看到你了。很快，所有人都能看到你了。
大晚上的怎么这么吵？还让不让人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！沐春风，快走！那边是暗河的人，来，跟我走。师傅，快跑！还要你说？哎，师傅，那边有大蜘蛛！你怎么不早说？追！走。我们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已经到了，师傅，我要找的宝贝就藏在这儿。的确有不少宝贝。你们两个滑不溜秋的小泥鳅，可算被我们逮到了。你才是泥鳅呢！哼！沐春风，快想想办法！快，我们要快点过去。发生了什么？一艘货船和他们的船靠得很近。若只是些普通海盗，脸可不是吃素的。但愿是我过度紧张了吧。司空千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哼，要不是我在这儿，你早就没命了。那劳烦女侠帮我劈开这蛛丝。哟，来救兵了呢。不过没用的，不管来多少人，暗河要的人都得把命留在这里。你先等我教训教训这妖女。好邪门的功夫！这是寒霜掌，一旦被打中，便寒气入体，远攻，与他拉开距离。要不你先帮我打开，我来助你。不知道你的长枪能不能远过我的蛛丝呢？小心上面！你真的是来救人的吗？都说萧楚河虽非江湖人，却知江湖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厉害。哼，可惜他还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我的寒霜掌与千面毒蛛本就是一体，而且专克长枪。小和尚，逃跑是没用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有些倦了，不如就让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吧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僧有门阵法绝技，从不轻易使用。此阵一出，但凡阵中之人，无论强弱，必死无疑。啊！出家人不得轻易杀生。我问你，此阵你可想试上一试？若真有此阵，自然要试。好。那穆家海原说，今此身世将会奇葩，算算也试试好了。你这阵还没好吗？烦透了这下雨天，弄得一身湿乎乎的。你到底还打不打？这雨可是越下越大。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好，小子，你耍我！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雨就是我的阵法。哼，找死！又消失。果然，真正的在上面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传说东瀛有一门邪术，可以用内力将自己的魂魄抽取出来。魂魄没有实体，攻击自然不奏响，却足以用来迷惑对手，发动真正的攻击。其实小僧一早就怀疑此事了，只是魂魄与实体如此相像，实在难以判断，因此才谎称了启动阵法一事，只等大浪来袭。原来如此，魂魄是无法被海水打湿的。小僧不才，也是侥幸才能赢你罢了。小和尚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我确实会那御魂之术，可这并不代表我就不会真正的秘法。你想赢我，还早得很呢。什么？小和尚，这不是魂魄，那他……我们两个扛他一个，怎么他的内力还没用完啊？他用的不是御剑术，而是傀儡杀人术，谈不上以气御剑，或者以血为剑，而是纯靠手指操纵执行。仅凭傀儡操纵术，达到
这种境地，可想他的手指要有多少训练，脑中要有多少计算。既然耗不过，那就孤注一掷。大师兄，他杀心太重，定会露出破绽。落雨阵。抓到你了！积水成渊。雷无忌，没事吧？还好。强行入逍遥天境了，被反噬了吧？打得过你就行。不自量力，魂没百鬼窟，细雨杀人也。好强的杀意，小心！孙沐雨，住手！再见了。雷师弟，我还能……你强入天境，反噬太大了，看来还是不行啊。萧瑟，愣着干嘛？跑啊！跑？拖着这雪松长船跑吗？你等着，我马上下来救你。闹够了吧？这场戏也该结束了。师弟，师弟，你已经入了逍遥天境，再跟着师傅修炼数年，必有大成。何必要去那海外云游呢？师兄，我也是舍不得你啊。可世界之大，有无限可能，我总得带着妹妹去看看呢。师兄保重。师弟，师傅，再劝劝师弟吧，至少让他有空回来看看我们吧。不必了，他想要的我已经教不了他了。而等他成仙，我会亲自去看他的。暗算，
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放开我！你老实些吧，我这双旋掌力一旦渗入体内，便会封住人的力量，可不好受呢。你才是我们的目标，不想让他们死，就跟我们走。有种放开我，我们再打呀！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可不答应。别找我师弟的麻烦，有胆冲我来！唉，你也看到了，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。哼，那就送你们一同上路吧。慢着！这船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上了我的船，便是我的人。想带走他，先问问我。弃千山惊万朝，这是当世10大名剑位列第7的。董千山。一个药房而已，有必要装这种机关吗？这是我穆家的宝库，为了防止贼人偷盗，自然要备些机关。好贱！师傅，你别管我！金兵师拿了宝剑，快走！那怎么行？我帮你解决他。又要毒他！好。可是这里都是补药啊！有了，来吧，捂死你！师傅，是不是哪里不对啊？我的一生就要这么结束。师傅，春风不孝，来世再做你徒弟。沐晨风，你还好吗？安全了，多亏了师傅。没事就好。啊，等等，我可没说要做你师傅。
千山万场。这洞千山气势很强，初见也很美，是注释之境。可现见这形势，注释便是无用。不，有用。有了洞千山注释，我未必赢不了这妖女。还有我。这茫茫大海，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佛本无生，法义无相，无法无相，诸法万象。你看小僧这功法学得如何？你才是真身！看来你并没有学到精髓呀！还以为和暗河打能好一点呢，真是我不欲成佛，奈何佛陀欲成我呀！别再拖下去了，开始吧。你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，为何还要留守？任务的目标是萧楚河，不关旁人的事。是暗河列阵曲，传闻暗河绝不轻易用阵，一旦用阵，哼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阵法，原来是粗制滥造了几个冒牌货，还敢在这里现眼！我这剑仙的弟弟，就来教育教育你们。哼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有形无神，比我姐姐差远了。敌曲可以强催境界。假剑仙那也是剑仙。暗河这么多年来一直模仿和研究这几位，就算比不上正主，也足以以假乱真。
这就撑不住了，又要我拿点子。阵眼就在那儿，只要能破了阵眼，这些个冒牌货自然瓦解。只是暗河也知道这一点，这才派了苏沐雨守着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去战他。这一阵射，下一阵杀。小小，看来今日咱们是凶多吉少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！还没有助萧瑟把伤治好，我可不想就这么死在这儿。也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。臭狐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卖关子啊？我是说，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，难道就没有人希望我们活下去吗？这是什么船？竟敢来坏我们的好事！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船上的人。我们是有援兵了吗？算是吧，只是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啊。姐姐看，我们到了。没想到三蛇岛外的虚无之地，还真有这么一座岛。这座岛名蓬莱，常有诸佛参拜，万仙来朝。真有仙人在这里吗？此事乃青天剑齐天成国师所说。何况清风道人还先一步来了这里，断然不会有假。这家伙是在欢迎我们。这里果然不似人间之境，连这小猴都多了几分灵性。二位小友遥至此地，幸会。我叫莫一。皇室怎么会来这里？白王还是赤王？都不是，紫衣蟒袍是太监。虽然不姓萧，可作为五大监之一，也代表着那一位的意志。哼，公开保永安王，老皇帝还真是偏心啊。退吧，否则白王就要被抓到把柄。抓到把柄不是更好吗？大家长不会没告诉你们吧？我们背后的根本不是白王，
而是赤王。白王虽更有根基，可到底不与暗河同道，而赤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他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至于我们假托白王之名行事，自然是兵不厌诈，而现在正是我们给白王抹黑的好机会。你若想去，便自己去吧。暗河的行动，我不会再参加了。哎，喂，苏沐雨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哼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沐雨墨，你呢？你觉得苏沐雨和你，我会相信谁？哎，你们都走了，我自己也打不过呀。算他们跑得快，这笔账日后再算。别庆幸得太早，这新来的似乎更棘手。老夫救援来迟，还请公子见谅。此外，3日之约已到，还请公子随我回天启城吧。哎，还以为是什么高人相助，竟是锦威大剑。锦威大剑？你是说这个来帮我们的是代表圣意的天启城5大剑之一的锦威大剑？萧兄，这大剑也是你的朋友？不，他是来抓我的。嗯，抓你？萧兄的师傅乃是天启掌香剑锦仙公公，但他无心学武，更不想净身入宫，因而我们帮着萧兄逃了。唐莲，就算你要找借口，也不能拿我当太监用啊！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还要逼人净身。萧兄，你放心，此事我定会全力帮你。大剑想要公子，我沐春风断不赞同，还请公公让路。看来青州穆家子孙教育的不怎么样啊，我这大剑就替他们管教管教。千山万朝！哎，你还真是什么人的剑都敢接啊！这点倒是和你很像。穆家公子真是有趣，这剑毫无杀意，伤不了人。可若说花拳绣腿，其中又有大师风范。小僧今日可真是幸运，不停地长见识。人家权力相搏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这里耍嘴。小僧可是刚打了败仗，才从水里爬出来，狼狈得很。那锦威大剑真敢伤了你萧瑟不成？可那大剑就是要带走萧瑟呀！你照顾好他们，我去会会那个锦威大剑。长枪一怒金甲光，你下好身手！啊，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给这位姑娘上甲！2个象吧，该你出场了！
娘，快试试看。操作杆都在手边，试着动一动。我见姑娘身手勇猛，这铠甲无甚大用，却能保姑娘不受伤害。哼，我再去会会他。只凭一记铠甲，就能保千洛姑娘不伤。这穆家公子口气倒是不小。那是霸王甲，昔日的江湖第一机关师吴六甲所铸。吴六甲与剑心种李素王前辈并称，专擅机关术。据说他潜心研究多年，用尽了所有门内顶尖的材料，才打造出了这一副霸王甲。霸王甲附身之处刀枪不入，少了受伤的部位。进攻者更增强势，与李素王齐名，我怎么没有听过？唉，那是造出这霸王甲之后，因为价格实在太过于昂贵，没有人能出得起价钱，以至于吴六甲和他的机关门破产了。原来如此，这穆家既查得到李素王住的洞千山，又买得起吴六甲造的霸王甲。甚至还能把这堂堂霸王甲借给一个陌生人，还真是有意思。千洛姑娘光明磊落，借是应该的。锦威公公鸳眼上的符箓已经快要全部散去了。青龙师姐，公子得罪了，就算赔上你所有朋友的性命，今为今日，也要拿你回去不可。大剑是聪明人，何必如此呢？鱼死网破，你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天启五大剑，锦轩伴读而居于首位，稷下锦玉睿智，锦仙仁厚，锦言善辩，我锦威比不了他们。唯一让圣上看得过眼的，便是执拗。
我想圣上既派了我来，心中也定有所打算。就让我用这最后一招，结束战斗吧！这招正是锦卫公公一战成名的自在杀逍遥。和尚，快护住大家！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们不能长战，得赶快想办法。你们好，我叫莫一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先生，您就是那蓬莱仙人。瞬息而行，皎若游龙，已非凡人所能。此行冒昧拜访，还请先生见谅。这蓬莱山偏僻深远，已经数年无人造访，来即是客。我自然是欢迎二位的。小百里，你的心上人为治你武功尽失，不远千里的陪你找到这里。有一个如此情深意重的好姐姐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先生，这我还没……先生既然知道她的名字，也知道我们为何而来。莫非仙人也会算卦？是也不是，凡人说卦的是算，我所说卦是成。我能观想过去未来，不过未来只是一个可能，在我知道未来的那一刻，未来就已经改变了。是啊，除了生死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。不，包括生死。萧兄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让我来吧。你那剑就算起浪也只有一瞬，够干嘛的？其实一瞬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把锦卫公公逼回他的小船上，那时候再起浪。刘无节，动手！都是雪月城的，我也不能落下。秋水诀，一起上！剑仙诀，气势不错，在那边。可惜，穆兄，出剑吧。这一剑，还请用出全力。动千山，起万朝。
陆兄，趁现在，我们快走！全速离开这里！想逃？刘杰，再出一剑，劈了他那小船。没力气了。你这夯货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倒下。莲，我们来了。皇上，到了这一步，老奴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若此行萧楚河真能治好自己的隐脉归来，那么整座天启城，不是整个北离的形势，都将因此而改变吧。身后高人观战许久，你也该现身了吧？原来公公早已知我在此。你内力极强，若是只为隐匿，我是发现不了的。可就在刚才，我使出全力之时，你动了救人之心，这才泄露了踪迹。不过，纵是如此，我也没想到，这高人竟是如剑仙谢轩。萧瑟对你们朝堂重要，对我们江湖也同样重要。只不过在我们眼里，他只是雪月城的萧瑟。这么说，你是专程来护他的？不，我们江湖的规矩和你们天启不同。我虽欲相护，可他们终归要走自己的路。我来找他是有另一件要事。既是如此，你还不快追？强弱逍遥天境，经脉受损严重。若依姑娘，你怎么总是这么乱来啊？我。总之，你最好老实待着，不要乱动。我先去看看船员们的伤势。有才好好，我们走。有劳师傅。我不是你师傅。哎，好的，师傅。嘿嘿，若依姑娘。莲，披着这个暖和些，别着凉了。没事的。千洛师姐，看你咳得这么厉害，要不让华锦给你治治？先治治你的嘴巴，就你话多。哼！总算躲过这生死一劫，还又迎来了几位新朋友。和你们一起的这趟旅行，穆某真是毕生难忘啊！你不是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吗？这3位姑娘的名头可比我们响亮多了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乃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雪月城的大师姐，司空千洛。小女叶若依，人徒叶笑英之女。我是莲的。这位是3顾城美人庄庄主天女蕊。还是姑娘们爽快，不像某些人。我就叫萧瑟，我又没说谎。
想我沐春风也自诩见过不少美人，却从未见过你们这一般的人物。今日有幸结识各位，我这小船真是蓬荜生辉。来，我沐春风就以茶代酒，敬你们一杯。无心呢？还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。好香的茶，这样的好茶，和尚不喝真是可惜了。既然他不喝，那不如留给我吧。叶姐姐，如剑仙，剑仙，我沐春风有生之年，竟然见到了真正的剑仙。穆公子方才在关键时刻使出动千山，何出伏流一切汪洋，有万夫莫当之勇啊！剑仙夸我了，我刚才果真有那么厉害吗？能见到剑仙已是三生有幸，竟还有幸被剑仙夸奖。薛叔叔，我计已经出来了，你就别想再抓我回去。千落侄女，你可知这里离北离多远？我来自然不是为了抓你。啊？嗨，早说嘛！那前辈此来究竟为何？是为鬼仙。蓬莱山上有神人，是为人之尸解成仙，本真之炼退，趋至顿变，无属隐士也。那全真教八仙中的曹国舅和张国老就是这种仙人。不过这蓬莱仙山上的那位可不老实，该仙专食缺乏心脉魂魄之人，夺其肉身，以供自身存活。真的吗？莲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人家好怕。只是一些传闻，未必是真。我便是那缺乏心脉之人，如见仙编这故事，也算是就地取材了。无风不起浪。这鬼仙一事虽形容夸张，但必有其根源。如剑仙既是来调查这根源的，就不要用这玩意儿吓唬小姑娘了。鬼仙一事，我也早有耳闻，大抵是民间对地仙的一种妖魔化假想。且不说鬼仙是真是假，我师父百里东君数年前曾在那蓬莱仙人处治疗经脉，这却是事实。而他今朝又去，也算是给我们开路了。既是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只是事关重大，我还是要去亲自调查一番。哎，如剑仙何不与我们同行？这雪松长船上有的是好吃的好玩的。至于住的地方嘛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和我挤挤吧。啊，不，剑仙若肯上船，穆某自当让出自己居所。还是让谢轩先生先行一步吧。我们不是还要先去？三蛇岛，三蛇岛到了！少爷，三蛇岛到了！到了，终于到了！大哥，你有救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三蛇岛。
仙罗师姐，夜夜姑娘，你们等等我呀！哇！三蛇岛，我们终于到了！仙人，可有办法恢复百里的内力吗？秋水诀倒也不值得恢复。仙人，这是要教我更好的。确有更好的，可要你自己去悟。哥哥，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。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。仙人说的雾，可是这片大海。非也。海上升千潮，也不过人间之景，不比这蓬莱仙境，天下极景。非也。那仙人想说什么？内力没了，便重新练。至于练什么，却要看你的心。心有光明晦暗，皆可成意。但首先是要大，要广，要天无穷尽。王爷，你们暗河失利了。从雷家堡开始，我交代的事情，你们办得越来越差了。我没有越怒大家长的意思，只是大家长恐怕要抽空整顿一下自己的人手了。暗河的人，还轮不到赤王殿下操心。我们是各取所需，不是殿下的打手。赤王于朝堂并不稳固，该更多的关注庙堂事，而非江湖事。本王忧虑之事，既是庙堂事，也是江湖事。如今江湖日新月异，能人辈出，只怕暗河再不动手，就杀不掉了。赤王不必担心，这江湖表面上风诡云谲，实际上却稳如泰山。有能力改变整个格局之人，这么多年，也还是那么几个。百里东君饮酒踏歌，酒仙行路在于逍遥，但这也意味着他常在那一城之外，对我们来说，不足为惧。司空长风则相反，一枪可守一城。不过这也意味着，他只能在这一城之中。如今五大剑仙成了4个，雪月剑仙重伤，道剑仙殒命，这些可都是我们暗河的手笔。如此算来，永安王又折一役，赤王的胜算也更大了。虽则如此，我却还是难以安心。如今江湖新旧迭代，
各势力蠢蠢欲动。那些新人小辈们虽算不得一方霸主，却日有所进。再加上他们已有团结之势，对我的威胁也是不可小觑。以往江湖没有大变动，白小堂都会发放金榜，也不知。晓知天下事，博识通古今，江湖风波尽，金榜论武名。白小堂今日放榜，雪月城请观榜。陛下，金榜誊好了，从头念吧。从良玉榜开始吧。良玉榜。楚河当年登上榜首的，便是此榜吧？是，良玉榜是为25岁以下年轻人特设的榜单。六皇子曾登首位，可见其天赋高超。他这一番去那海上仙山，也不知是福是祸呀。陛下如此挂念六皇子，龙气天佑，六皇子定能平安。只能说，但愿如此了。选榜吧。是。良玉榜第8，骆明轩中榜了，中榜了！这头一个就是我们雪月城的。还愣着干嘛？是你入榜了呀！是。我啊，师傅，我入榜了！师傅，激动成这样，第几啊？第8，垫底的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给您丢人了呀？是低了点儿，不过嘛，我尹落霞的弟子，也算榜上有名了。榜上有名了！良玉榜第7，雪月城弟子司空千落。千落师姐果然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他每日逮着人练枪，不赔都不行。明轩师兄、唐莲师兄，还有新来的那2位，谁能逃得了啊？良玉榜第6，青城山弟子李凡松。我青城山也算后继有人了。我青城山誓报此仇。良玉榜第5，雪月城雷家剑心种弟子雷无节。这家伙居然排在我前面！哼，平日里看着傻子一个，背地里却偷偷的努力想要超越我。哼，这家伙一定是这样。上树车啊！我这是在夸他。还不错，不过也只是还不错而已。吴杰这小子出息了啊！以后我们雷家的未来不可限量啊！李老爷子，你也不必如此兴奋吧？哎呀，你懂个屁！谁兴奋了啊？我小子孙一下子这么强，那他背后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？
天天在外面混江湖厮杀，怎么能让人放心呢？其实做外公的也不需要他变得多强去闯江湖，最好是一辈子待在我剑心中。无姐呀，你可一定要平平安安的，千万不要再出意外呀！海风吹多了，伤风了？不知道，总感觉有人在念着我。想来是我的家人们想我了吧？打喷嚏这事可有个说法，一声响，二声骂。啊，一声二声，哎，好啊，和尚，你变着法骂我是吧？梁玉榜第4，唐门唐泽。看来我还是不如唐莲师兄啊。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唐泽，唐门的未来就要靠你守护了。梁玉榜第3，雪月城唐莲。啊，是大师兄，提到大师兄了。啊，可是大师兄怎么才第3啊？唐莲的名号前只有雪月城3个字，看来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哎，这怎么不念了？就是啊，马上就能知道谁是第1了。嗨，管他谁是第1，反正也没咱雪月城的事儿了。最好啊，无双城拿个第2。就是，我看那无双城也只配拿第2。前面一直没有无双师弟的名字，看来咱们无双城是要拿第1了。大师兄，这都板上钉钉了，咱们快点开始庆祝吧。不，还不急，还有一个人。梁玉榜榜首，无双城城主无双。无双那小子真是第1啊！我看他也不怎么样嘛。嫌人家弱就去修炼。你徒儿以今非昔比，再见到那无双，看我不揍他！哎呀！梁玉榜并列榜首，这陛下，无妨，继续念。是。梁玉榜并列榜首，天外天宗主叶安世。叶安世，他是谁啊？哼，好想现在就和他打一架呀！嘿呀！哎呀，不必了，其实你们已经打过了。天外天，魔教。不必担心，这小和尚虽有几分狂妄，可却算得上是我雪月城的朋友。切！一声响，二声骂，无羡，你也挨骂了吧？冠绝榜。上一次冠绝榜面试是什么时候？10几年前了。冠绝榜第4甲，怒剑仙严战天，如剑仙谢轩，男爵霸刀谭台破，男爵温柔刀苏雨落。大师傅果然厉害。看来我们雪月城3位城主都在前3甲了。冠绝榜第3甲，男爵鬼刀斋月君枪仙司空长风，唐门唐连月。这么快就到我了，我还以为能拿个金榜首甲呢。就算不是您，那也是咱们2城主大城主。2城主身受重伤，恐无法上榜。至于大城主嘛，也得和那1人1城的凄凉剑仙争上一争啊。冠绝榜第2甲，孤剑仙骆青阳。孤剑仙是第2甲，看样子这首甲当属咱们大城主了。没有梁玉榜榜首又怎么样？咱们冠绝榜稳稳坐居第1。哎，低调低调，大城主常年在外，我雪月城也不能太过骄傲。哼，不必看了，下次再发这冠绝榜，上面定会写上我无双的名字。
冠绝榜第2甲，9仙百里东君。啊，2甲？可是这百里东君和洛清扬都是2甲，又有谁能当首甲？是啊，冠绝榜首甲，莫一。天雷划破苍穹，在乱世风云之中，我一金疮百毒。烈火震耳欲落，誓死要将你拯救，挥袖沧海横流。百转千回，手起之落，天朝涨潮退，出入玄境，战多少鬼魅，不知谁与你为罪。一张换一生情，没人怕摧毁，曾觉得我渺小的卑微，在烈焰中浴火的花蕊，还未盛开就要枯萎，热血色我已纷飞。仙人点拨得到，你这套内功功法成了。是啊，只是悟时，我却有与那仙人不同的想法。你不觉得那暗喻太诡异了吗？要我说，心之逍遥，首先要光明，唯光明可得真逍遥，唯逍遥可得真广进。仙人只是随口一说吧。我那内功功法，借天之力，以海为翼。方才我探听大海，却发现里面似乎有哭泣的声音。你是说，那清风道人也在仙山？他缘何不来见我们呢？这岛屿如此荒凉，怕正是那金线蛇毒素所致。叶姑娘，你若碰见了金线蛇，呼我前来便是。既然这么毒，却还是让这些人出去冒险，为的却只是配一剂药材，让一个人能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他们也是拿了金子，而且也知道其中风险。雷兄这是在说我为富不仁吗？只为一己之心，不惜赔上这些人的性命。可是你看我给出的那些金子，是他们打鱼几十年都赚不到的。靠着这些金子，一些一辈子替人帮工的渔民，可以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渔船。他们知道其中风险，却仍然一个个抢着要接下这门差事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代价。啊？可它的代价在哪儿？难道
就是因为他生得富贵，就让别人去承担风险吗？千落姑娘甚是磊落。要我说来，在茫茫里海，没有人能保证绝对的安全，而我亲自来了。如若遇到危险，我也必然亲自打头阵，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。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继承穆家的。继不继承穆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帮大哥找回春天。到了，史书记载就在这一带。海岛天气无常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尽快捕蛇吧。好呀，看我把他们全部找出来。雷舞姐，比比谁抓的更多如何？比就比，可别怪我不让着你啊！哼，这金线蛇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就不信，我一条蛇都抓不到。出来！都给我出来！都给我出来！什么声音？这金线蛇也太难找了吧！都2个时辰了，一条蛇也没看到。就是说呢，我们会不会来错地方了呀？啊！哇！哎，兄弟，你们捕了多少条了？全部加起来也只有30条不到。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们用的钩子？这东西竟然比我的偃月枪还好用！你抓不到蛇又不是工具的问题。你，哼！到了。啊，登天阁，我们来错地方了吗？不是去雪月城吗？雪月城的规矩，凡未得拜帖却想入雪月城中心者，须闯登天阁。无双城城主无双，请求接回师傅宋彦伟。无双城城主无双，请求接回师傅宋彦伟。聒噪！无双城主，你师父不在雪月城中，还请速速返回。司空城主，能否让我们进去一看？你无双城这样的阵仗，可不像是接师父回城啊！想进去，可以。先从我这杆乌月枪下迈过去。司空城主何时变得如此暴躁？书信如我雪月城在先，登门如我雪月城在后，还要我笑脸相迎不成？
双，就算你是无双城主，以你的辈分对司空城主也是大不敬了。哼！我有没有扣下那宋彦回，大长老心里清楚。至于你表面上说无双对我不敬，实际上却在嘲讽我以大欺小吧？雪月城与无双城的恩怨由来已久，大长老公然诋毁我雪月城名不副实，我可以不追究。老城主屡次来挑战我二城主，我也当没看见。可是如今，你们都带着这么多人来到这里，天下人都看到，我不能装作看不到。既然各位今日来了，就把命留下来吧。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老人都已经死了。剑阵，入5轮剑阵，见6道轮回。这么多年，看来司空城主是忘了我们兄弟们的绝活了。什么5轮阵、7杀阵，说的倒是好听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以多打少。我怕的是你们毁了我这城门。走吧，换个地方打。无双。你我同辈，这一阵我来守。哦，好像有点印象，是那个良玉榜第10。哎，第8，良玉榜总共只有8个名额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你是第几，无双城无意挑战雪月城，更不想2城开火伤及无辜。只是前日听闻师傅被扣，这才想一探究竟。不如这样，我让大军在此等候。你放我自己进去，只要我能见到师傅，保证立马撤兵。哼，说的倒是好听，你师傅的事你再清楚不过。若你真是为他而来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？哎，师兄，咱们是不是再沟通沟通？万一他们真的是来找宋彦回的？你别胡说！就他们这个样子，哪儿像来找宋彦回的？就算他们真要找宋彦回，那宋彦回他也不配。师兄，看我干嘛？那宋彦回说是一心求剑，却3次输给2城主，长得也不行，不如我骆明轩1/10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今日为什么而来，我作为落霞仙子的弟子，都要赢过你们！云锁、青霜、风萧、红叶、蝴蝶，才5柄剑，太瞧不起人了吧？那就再送你1柄，绝影。说的好像就你剑多一样。双手剑术，不是仙人剑术。我这剑术源于大玄朝尹皇帝，他化棋盘中的万千变化于剑阵之中，又将这门绝世剑术藏于6帛旗内。如今我悟得这剑阵，正好拿你试手。故事不错，不过实力怎样，还得试试方知。云锁，取他首级；青霜，刺他眉心；风萧，割他耳朵。你只有6柄剑，我可有7柄，你再来几次都是一样的。对付你，6柄就足够了。这个骆明轩
雪月城真是人才辈出啊！本以为之前遇到的雷无杰等人已是凤毛麟角，倒不想雪月城里还有你这号人物。若是往常，我定要再和你好好打上一打。但是今天，我不想再耗下去了。这是我真正的建议。要认输，就趁现在吧。废话这么多，我看你是怕了我吧？为什么不躲？这一战，我是为师父而战，就算赔上这条命，我也要赢。但我也是在为师父而战，你赢不了我的。点分胜负吧。我就送到这里了。回去后，代我向齐天辰师兄问好。看来仙人跟你的师兄和师父感情很深啊。啊，对了，听说清风道人也在岛上，他老人家还好吧？当然，师父他一生只有唯一要做的事，他做到了。而我，也只有一件唯一要做的事，却还没做。此去北离长路漫漫，尽快上路吧。先生，先前那仙人六伯，我其实并未参透。剑阵若奇阵，但奇阵上七字可化散，可为消，而我的剑却多为三字。我真正需要的是一把箫。别打了，我这次只是来见你师父的，去叫人吧。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？你在他与练剑之间选择了练剑，在他与无双城之间选择了无双城。现在你倒有脸像哈巴狗一样的来见他？不一样，我这次来是要娶她。我让你娶个鬼！疯子，不过也好，这样才有些意思。我可不是什么杀人大魔头，退吧！不退！退！不退！骆明轩，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原来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你已经很强了，是一个我愿意再次交手的对手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你才刚悟出那仙人六伯术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无双，你师父丢了，凭什么问我雪月城要？你觉得他是什么宝贝？我雪月城还要偷着绑了他吗？
还真是偷着绑了他。陈氏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说谁稀罕绑他呀？听到了吗？他宋燕回，我雪月城不稀罕。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撤兵。我师父亲口说过，他就是来这里，可3个月前他却彻底消失了。不仅如此，大长老还在雪月城附近找到了他的随身玉佩。这玉佩别人不认识，仙子肯定认识。雪月城号称天下第1城，此事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就别怪我无双城不客气了。列阵！师兄，真要打了！你拉我干什么呀？你倒是放人去啊！再晚可就来不及了。雪月城开列出了千人剑阵，城主，我们还要攻城吗？准备攻城。此阵确实厉害，可我无双城也早有准备。诸位无双城战士，大家听我说。雪月城此阵不过是堆起众多年轻弟子，以他们的性命助阵。雪月城专横跋扈，视人命为草芥。今日我无双城便替天行道，重新夺回这天下无双的名号。没错，千人剑阵首要的就是人多。可是雪月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弟子？那是因为江湖之上有很多门派的年轻弟子都愿意到这里来学习武艺，那是仰仗雪月城的名号。但是雪月城值得他们因此付出性命吗？城主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他，老狐狸吧。江南段家，岭南4大剑派，天山9门弟子听令，你们的门派并不愿意参与此次的纷争，我这里有你们门派掌门的手信。如若你们不愿参战，可以离开了。吾等今日拜师雪月城，便是雪月城之弟子。你问吾之门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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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是雪月城。这一仗似乎不那么容易呀。司空长风，我们无双城大军中还有血衣楼等众多门派，你们雪月城又有什么胜算？何必让他们去送死？看来要直接拼外援了吗？唐门、温家、雷家，你们怎么会同时出现？你们还支持雪月城吗？大长老，这你可没事先和我说清楚啊！这仗恐怕没法打了。说没法打，这里也不过多了10个人。皇甫先生怕的是他们背后的门派罢了。可是血衣楼既已决定和无双城联合，就不怕得罪我无双城吗？今日我无双城可退，你们亦可退，但是我无双城却也不是什么善类。凡是今日离开的，都是我无双城的敌人。皇甫先生可想好了？各门派的掌门也都想好了。若退，现在就可离开。好个有勇有谋少年郎，你比你师父真的要强不少。可惜这一战是免不了了。那就打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师父，看吧，你们雪月城果然扣了宋燕回。
雪月城绑人城主谎话连篇，泯灭天良。司空城主，你们暗自扣下我师父，还将他伤到如此，此事还望给我们个解释。无双，雪月城是我自己要来的，受伤也是我活该。你找我来，是说那鬼仙一事？你这缺乏心脉的疾病，一直难查病根儿。那鬼仙一事听来荒唐，可却出自如剑仙之口。这三蛇倒后，便是海外仙山。你确定还要和我们一起吗？你这话听着倒像是要赶我走。萧瑟，我确实希望你能做回萧楚河，为天下苍生而活。但那也是你治好病之后的事了。现在的我们没有分歧。哎呀，天下苍生的大事，和尚我管不着。可你们再这样说下去，那边的小子要被飞醋吃到饱了。夯货！小色！叶姑娘，小心后面！有本小姐在呢，慌什么？多亏千落妹妹及时相救。叶姐姐，严重了！公子，这边只发现一条。公子，这边没有发现。我刚才可问了，穆家这小子要抓够200条金线蛇，这么下去，别说海外仙山，怕是连下一个岛你们都撑不到了。小事，只怕大师兄看家的本事还没拿出手呢。大师兄，该交船费了。蕊，备好了。这味道。大师兄，你这丢了啥？呛死了！硫磺。诸位，方才的粉尘是什么？穆公子无需担心，这是硫磺粉。接下来，请公子把大家召集起来。好。大师兄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腐香。世间的毒物大多都拒绝不了它的味道。由现在起，大家留在有硫磺粉的范围之内。那腐香真的会把蛇招来吗？没有动静啊！来了。看，他们出现了！这么多金线蛇一起出动，难免有所疏忽，大家保护好萧兄。这小子还不赖啊！嘿嘿，没事，有硫磺呢。竟然有如此神奇之事！好，我们收割金线蛇。我们先来吧。小晶晶，别跑呀！
好厉害呀！哈！尝尝本小姐的音乐枪！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帮忙捕蛇啊！太好了，多亏各位少侠，我们捕蛇计划才得此顺利进展。让一让，雷无极。师傅，他没事，我们快些去银蛇岛就好。你的脉络看来已经恢复了。是啊，您的这位师弟确实厉害，短短数日，竟让我悟了更深的内力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为何来找我呢？首先当然是感谢天师指点。这其二嘛，仙人似乎心有所值，再加上我许久未见清风道人，所以我担心。我师父毕生心愿，便是培养超过自己的徒弟，而莫一，他做到了。若说心有所值，我师父又何尝不是呢？可是我担心清风道人他……师父在师弟那里不会有事，请回吧。师父不会有事的。你还好意思说是我的弟子？人家好好来，你为何要出手如此重？这么重的伤，也怪不得要在雪月城歇上几个月。这个不要脸的家伙，摆明就是想吃回头草。我怕师父你见了他，就真的跟他走了。跟他走了又怎样？啊呸！谁要跟他走？你跟他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你还是小孩子吗？没了师父就活不下去了？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，所以……宋眼回可以给师父的，我也可以。这听师兄胆子不小啊！是啊，他是说想要他师父。你脑子被打坏了吗？我才没坏！一个这么漂亮的美人，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没动心才有病吧？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？你这小子胆子挺大。仙子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说话，都被他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呢？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你来干嘛？我来见你。见到了，走吧。仙子，之前的事情我很遗憾，我想对你说一句抱歉。希望……抱歉，我收下了。但遗憾就算了，反正世上那么多事，总会有遗憾的，就别在这里再找不愉快了。
陆翔，之前说过几次不相见，却也总还能见上。这次以后，就真的不要再见了。师父，你有些事情放弃了就是放弃了。怎么，连你也想劝我？不，师父，我们走。这个样子，还怎么走？师父，你这是？陈慎，把他扛回去。哦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城主，我们带师父回无双城吧。司空城主，我师父已经找到了。回城后，我必严厉处罚挑拨者，一切均是一场误会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今日能见12飞剑重现，也算饱了眼福。我自当回去惩处骆明轩，也请无双城主看管好无双城的长老们吧。穆兄，不是说这银衣蛇比金线蛇还难抓吗？怎么来的人反而少了？这银衣蛇难抓不假，可毒性极强。我只怕那些寻常捕蛇人有生命危险，便只带了2位经验丰富的蛇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银蛇岛倒是生机盎然，比那枯败的金蛇岛可强多了。哎，叶姑娘，你看这花。别碰！啊，一条银衣蛇的毒性相当于10条金线蛇。这座岛上红色的花叶也都沾染了毒性。啊！嘿，你不让我碰，却自己摘下花来啊！啊！凡是毒物，附近7丈之内，往往就有解物。当然，毒物可以做解物，解物亦可成毒。所以，如果一会儿你被银衣蛇咬了，记得问大师兄要一滴喝喝。小子啊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这潭水波光闪烁的，是不是底下藏了什么宝藏啊？的确是宝藏，但会咬人的那种。你再仔细看看。这就是银翼蛇。没错，这银翼蛇蛇皮薄如蝉翼，出水后的蛇皮会近乎透明，因此这些蛇只在夜里或是早上光线微弱的情况下出来活动。长期暴露在阳光下，会灼伤它们的内脏。也好，那就不用我们费尽心机去找了。大师兄，点上腐香，引他们上来。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银翼蛇一网打尽了。腐香吸引不了他们，他们可不会冒着被烧死的风险跑过来。那就过去抓几条。如果师妹不想被咬成筛子，还是不要冲动的好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萧瑟的病可等不了这许多。水中也有剧毒，小心！让草木瞬间枯萎，这蛇毒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危险。不好，所有的蛇都被惊动了。千洛，快回来！
刚提醒了你，怎么还这般莽撞？若是你真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和三城主交代啊？嘿嘿，大师兄，反正你已经提前准备了解药，就别埋怨千落师姐了。毕竟她也是着急萧瑟的病啊，对吧，萧瑟？这次没那么简单。这银翼蛇若只是一条，也好对付。可这成千上万的银翼蛇，彼此又配合默契，再加上这毒水瀑布的保护，别说抓几条，靠近那瀑布都是难事。为了大哥的病，我也算尽力了。虽心有不甘，但穆某绝不会拿朋友的性命开玩笑。连千落姑娘这样的高手都不能全身而退，想必天意如此。我们回船上吧。就这么放弃了？你知我心意，大哥的隐疾一直是我的心病，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我又怎舍得放弃？可若为了我的一己私欲，置你们生死而不顾，我穆春风也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公子平日对我们百般栽培，深情厚谊，无以为报，愿以命相搏，下去一试。哎，你们快起来！知你二人有此心意，我已知足。穆兄，萧兄，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说。我不会反悔。回到船上，我安排一条小船，助你们继续向东。这人，我是想说，你看看那妖和尚，他似乎有办法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？小僧天生耳根子软，听不得你们这要死要活的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，小僧就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或许你用得上这个。哦，你二人看我信号，天眼通。少侠小心！还不够，神足通！蛇身上结冰了。还真有效果。快，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，我坚持不了多久。好，好。
师傅，我舍不得师弟。我不明白，问道成仙对师弟来说，就这么重要吗？这世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只知道自己不干什么。而你师弟却相反，他知道，并且一生只干这么一件事。那还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？若是我也如他一般，不说成仙，至少也是个大才。他有天赋不假，可也是因他疯狂的追寻，才让这天赋得到发挥。到了最后，反而是分不清何为天赋，何为执念了。至于你嘛，你以后必成大才。到时，你还需答应为师一件事。啊？什么事啊？莫一是我派武学最出色的弟子，只是执念太深，恐生祸端。若日后我因他而死，你不可记仇，因为助他成仙，这也是我的执念。师父，我遂了您的心愿了吧？我看那金线蛇全都放入船舱了，为何这般着急杀这银衣蛇呀？哦，少侠有所不知，这银衣蛇浑身都是宝，尤以蛇皮、蛇胆最为珍贵。哎呀，说也奇怪，这银衣蛇被抓住之后，很快就会死掉，死后蛇皮干皱泛黄，就失去价值了。所以抓住就要将其蛇皮剥下，再好生保存最为要紧。哎。少侠，请看。这银衣蛇果真神奇啊，是吧，萧瑟？萧瑟。让他自己待一会儿，许是好事。叶姑娘，这金线蛇、银衣蛇都拿到了，再搞定了那铁琉璃，我们就能去仙山了。哎，到时候那仙人治一个也是治，治两个也是治，也可以顺便看看你的病了。困难不困难另说，这金线蛇、银衣蛇再罕见，终归是有人见过、记录过的。而这铁琉璃，为何没有半点记载呢？难道说，这个铁琉璃根本就不存在？叶姑娘这么想也有道理。可是，如果这铁琉璃真的不存在，这里又为何被称为三蛇岛呢？我曾听过一则异闻。有艘船曾登上琉璃岛，最后只有一人回来。那人说，琉璃岛上有巨蛇，能张口吞下一个成年人，并且身躯如铁，刀枪不入。但那人当时已经疯了，后来又说那不是蛇，那是龙。嘿，管他是蛇是龙，没有记载，我们就去做那记录的第一人。
反正连那海外仙山我们都要去，这琉璃岛倒也不算什么挑战。好，雷兄弟敞亮大气。这琉璃岛外布有毒障，寻常人靠近便会晕死过去。为以防万一，还请大家服下这个。啊？这是什么？避虫丹。想不到穆家也有这种东西。我来这里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我必定要带着3位蛇胆回去。小心！这射箭之人，好强的手劲儿！是枭首，千里海域唯枭首为尊，杀官兵，黑吃黑，无恶不作，实为千里海域之王。怎么，怕了？我沐春风怕的人还真没几个。出阵！这枭首是在向我们宣战。这是海盗礼仪，3箭示威，若投降就降旗，然后升起白旗，不然半个时辰之后，他们就会劫船。海盗，原来大海之中真的有海盗！我去会会他们。去吧，揍他们！好嘞！居然有人主动来挑衅我们！杀了他！原来海盗真的是独眼的呀！啊！哎，海盗果然脾气不好。报上名来！江南霹雳堂，剑心中。雪月城弟子雷无节。什么？什么来头？不知道，就是听着挺唬人的。不要紧，反正我每次报名号也没有人知道。咱们继续。你来我们船上有何贵干？主要是来看一下海盗长什么样子。哦，顺便劝你们一下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叶姐姐，雷师弟似乎和那些海盗们聊得很好啊。只怕现在笑得越多，等下被揍得越惨。那
那还等什么？给我全速开过去！我沐春风今天也仔细看看，这海盗是不是真的都是独眼？怎么，几位没兴趣去看看吗？那可是枭首，千里海域之王。哼，若是怕了他，岂不堕了我穆家三公子的威名？再说了，若是打不过，这雪松长船送他便是。哼，既然是来挑事儿的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哼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什么？嘿嘿，跳！呀！海盗这么弱吗？你不是海盗头吧？你，小兄弟胆气倒是不错。嗯？怎么？听说你想见海盗？你是海盗？怎么？不像吗？不像。海盗也要有海盗的风骨。古人有云：“折扇清风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”那粗俗野蛮的海盗，我不屑做。我就要做一身素衣，双手不染血，却让千里海域漫海是血。你说了那么多，不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吗？你衣着华丽，却说自己一身素衣，岂非睁眼说瞎话？该打！既是强盗，就是下品，更该打。好枪！小子，我问你，你手中的剑从何而来？剑是我外公给的。那你和李新月又是什么关系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。假借他人重塑神识，不过是你的一个清梦。你真要这么做吗？世人眼里，我想成仙也如痴人说梦。可如今，我成了。那不过是破了境，神游玄境，算不得成仙。那就不算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可以救小绿儿。我想过很多种你成仙救人的方式，但没想到会是这样。
你若真这么做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。师父，你当真不懂我？你知道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想对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吗？你们出现的刚刚好，刚好让我不得不在这个肮脏可悲的世界继续苟延残喘的活下去。想不到你小子还真是雷将军的亲儿子。小直，不认识你王叔、薛叔了吗？快叫叔父！叔父，少诓我！哪有那么巧的事？再说了，我叔父怎么可能当海盗？小子挺倔呀！我问你，你小时候是不是玩火药炸了军营里的马？那马叼着你跑了好几里地，还在你屁股上踩下了一块心形的。你们真是我王叔、薛叔？可我印象里的叔父不长这样啊！我印象里的你还不长这样呢，都过了这么些年了，我看你屁股上那块心形的疤也该撑大了。小侄见过二位叔父。二位叔父，你们就别提我小时候的糗事了。哎，好侄儿，快起来吧！哎，你这个老家伙，把雷娃子都吓到了。报，那艘商船向我们驶来。他们是什么人？见了枭首不躲，还送上命令啊！他们是这不明摆着吗？肯定是那老皇帝又找杀手害王爷了。不是。哎呀，小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那千里海域之王果然厉害，雷兄已经下跪求饶了，我们快去救他。什么？下跪求饶？好你个雷无极，把我们雪月城的脸都丢尽了！先别激动，雷兄弟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想多半是看错了。雷无极，你个怂货！嘿！银月枪，哭断肠，你是雪月城枪仙之女。既然认得我，还不把那家伙给我交出来！小姑娘，你这枪确实有几分枪劲儿，可比你祖师爷还差得远呢。狗皇帝这次派来的人倒是有点东西。王叔，误会了，她是我师姐啊！雷无极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姐？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个给人下跪的孬种！哼，敢伤我侄儿！侄儿，你怎么帮着外人啊？不是，这是场误会。都和人家叔侄相称了，
雷无节，你莫不是要去当海盗？不是，他们真是我叔父啊！都别吵了！你给我闭嘴！参见六皇子。六皇子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六皇子了，你就别跪了。也是，听那些内陆来的蠢货们说，你已经被封为永安王了。永安，萧老头这隐喻了不得呀！哼，比什么千里海域之王要好听一些。你这么自恋的名字，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那你可以叫我的本称琅琊王。最多算是个小琅琊王，还逃到这大海之上了。我是天生的王者，陆地上做不成的王侯，这茫茫大海倒也不赖，不比萧老头那什么破北离行。5年没见了，走，咱们可得好好聊聊。永安王，琅琊王，后悔将我们引上船了？不，这简直太棒了！这件事值得我跟我父亲去炫耀。有件事你说错了，不是5年，是4年。当年天启暴乱时，城门外我见到了你，我亲眼看着王叔带你逃出了城门。你这意思是真觉得我父王造反？哼，笑！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简直是对我父王的侮辱。更何况，我父王若真想当皇帝，当年就不会将他让给明德帝。的确，但是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也没说什么，就像是他们约好了一般。对了，说起来，那几日有个人来了琅琊王府。是谁？所以说，你们真是双神将？就算我人是假的，我这枪也假不了。对了，刚才跟我交手那个小姑娘呢？她枪法不错，我还想对她指点一二呢。哎，师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叔伯还找你呢。我去抓鱼不行吗？之前磨磨唧唧不解释清楚，现在倒是嘴挺快。沙场3万里，神将猎天枪，能让北离双神将这样警惕，看来你们先前确实遇到了不少追杀。哼，狗皇帝一直派人追杀我们，天启高手也有，江湖人士也有，哼，生怕我们回去夺了他的权。哎，就在刚刚，我差点以为连雪月城都被他收买了呢。我阿爹才不会，要不是雷无节一听海盗眼睛就发亮，我才不会闹这种误会呢。叔伯，你们真的当了海盗啊？当海盗有什么不好？自由快活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啦？也不是，就是觉得……行了，别逗雷娃子了。抢劫商船那点钱，我们还不稀罕。当然了，如果遇到黑吃黑的情况，我们也是很愿意掺一脚。毕竟我们王爷的人生宗旨就是这个。琅琊王的人生宗旨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？哼，一个大元宝，一刀切2块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所有黑船我抢一半。
好个一半，够洒脱。薛叔伯，那你们今后有何打算呢？这么多北离中军，也不会一直飘在海上吧？琅琊王叔谋逆一事真相未明，海上刺杀一事或许也另有隐情。这么多谜团，你们真没有想过回北离看看吗？哎呀，天启是我们的根，你说我们能不想回去吗？只是我们现在还缺一把火。等等，你认得这些都是北离中军？我是大将军叶笑英之女，叶若依。侄女，既然我们碰面了，那你爹……叔伯，我和我父亲不一样。你们若想还琅琊王一个真相，我必鼎力相助。可若你们想和萧瑟夺王位，一起回天启吧。既然现在有了线索，我们一定能解开这个秘密。按理说，我是该陪你走一遭的。可惜我这海盗当惯了，是改不了掠夺的天性。我总是希望我下一次露面的时候，是有大收获的。好，那你我就此别过。我会在天启城等你。萧楚河，你以什么身份等我？或许是皇帝吧。可我也想当皇帝。那我就让给你吧。琅琊王，好情趣。萧楚河，你有病吧？问到答案了。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本来就是精心设计的一场表演，萧凌晨自己也被蒙在鼓里。更何况都过去5年了，琅琊王案的细节也渐渐被遗忘了。那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当然要重点关注一个人——锦轩。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这么痛苦？我亲手杀了我的师父。不，应该说，我真正迈出了第一步。对，这很重要。哥哥，其实你不一定要复活小绿儿的，小绿儿就这样留在哥哥身边，不好吗？不，
最困难的阶段都过去了，妹妹，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景威虽未能带回六皇子，可据他所说，六皇子身边高手如云，想必能护他周全。这个楚河就是不让顾安生。如今顾身体一日差过一日，就算哪天顾死了，他也不在顾的身边。陛下真龙护佑，定能福寿延绵。如今楚河的身份已不是秘密，而那东极偏远隐蔽，又是茫茫大海。陛下是担心？左边的隶属于北离高城府，是赤王的势力范围；另一艘隶属于国通府，是白王的势力范围。冲你来的。穆兄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既是冲你来的，现在你们就更不能走了。我想你没弄清楚这状况。如果我们留在这儿，整艘船的人可能都会死。我说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死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要你们帮我抓那条铁琉璃呢。为何偏要如此？这若是北离皇家的船，我穆春风倒也需要思量一番。地方督府嘛，穆某倒也不放在眼里。账房在。备战，即加旗。得令。穆家有穆家的骄傲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准备吧。大家长，真要和云间城穆家开战吗？以穆家的通天财富，能让国统府一半的人成为流民。而国统府一旦治理失衡，白王殿下恐地位不稳。可在这茫茫大海，谁又知道是我们做的？他们知道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是他们做的。而且我敢肯定，他们也这么想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这一次，他们是我们的助力。全员备战！备战！萧瑟，进去的。小凡，
上落金弩！敌方攻势太强，船体已经有轻微受损了。天狼弩！给我反击！好厉害啊！怕什么？再厉害，还只能激发一次。接弦战！把这个吃了，别让我总分心惦记你。上了那雪松长船，怕是要抢了我们的功劳。提督，我们是否调整作战策略？不必多虑，他们的也是我们的。这一战，我们要彻底除掉永安王。别急呀，你的老对手在这儿呢，多日没见，不想我吗？小和尚，只有你一个人是赢不了我。萧瑟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快想想办法！想来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敌人的增援来了，加快速度，上船！什么情况？竟然直接撞上来，这帮家伙不要命了！嗯，什么味道？不好，是火油！
小瑟，这些也是你计划里的？她们2个姑娘自己在这儿，多危险呀！所以让你守着呢。看样子，前面就是土牛一岛了。冲探！追！前方有暗礁，能避开吗？能避是能避，只是放心吧，后面交给我。动千山，起万浪。这次算你们逃了，可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太阳灭，星辰出，仙人临世，毁尸灭族，魔夷师弟成了。国师，国师，您怎么了？师父。师父，好臭啊！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啊，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若不是你提前服了避虫丹，只怕味儿更冲。好不容易从海上逃上来，忍一忍吧。原来岛上的毒瘴就是这条蛇发出的，那它本身该有多毒啊！哼，管它多毒，我来擒它！
真的，这蛇身体虽硬了点，却是个睁眼瞎，好打。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又是他们！从海上追到路上，还真是执着。上次我暗河本能杀你，却被那锦卫公公拦了。这一次，没人救得了你了。暗河列阵曲确实厉害，只是这次你们的阵似乎少了个人，不太完整。你是说苏沐雨吧？从今天起，他的位置就由我来顶了。绝望吧！等一等，你的对手在这儿。又是你，又见面了。哼，手下败将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小和尚，别躲呀！小僧可不止。另一个家伙会在哪儿？你的这位兄弟舍得现身了。被看穿了呢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1、2，看出来很难吗？唉，上次就已经是破例了，看见过我的人都得死。我的眼睛，原来如此。哥哥救我！哦，原来你是哥哥，看来我想的没错。滚开，臭和尚！你的兄弟为了你的绝技，长期在暗中行动。光就是他的弱点。不要在敌人面前分心哦。哥哥，罢了，也不过如此。等一下，和尚！什么？你竟然敢看不起我？你竟然看不起暗河的杀手之王！我可是鬼，我要你给我弟弟陪葬！那魁虽被无心拦住，可有这铁琉璃护身，他阵眼之人也不好破。好不好破，总得试试才知道。师兄，江洛师姐，
耗下去了。呀！你给我去死！呀！小和尚，这就是暗河最锋利的刀，放弃挣扎吧，你没有胜算。有一个老和尚说：“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”赐你借障目之法，奇技淫巧之时，你便已经输了。可笑！你拿什么赢我？你的心乱了！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输？师父，徒儿受教了。萧楚河，再不现身，你的这群朋友就要先你一步去了。你终于舍得现身了吗？你疯了吗？就你现在的身体，怎么对抗那铁琉璃？我去！看后面，你们都无法抽身，现在能去获胜的只有我了。萧瑟，赶回来！哼，怎么，你一个废人还想来破阵不成？我正要去杀你，你倒竟主动来送死！萧瑟说的没错，那笛声才是关键。
萧楚河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暗河为了杀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这琉璃岛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站住他半炷香已是极限了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大师兄，各位，失去笛声的加持，贾剑仙的境界已经不如我们了。剑仙所传，开云！剑仙所传，枪仙所传，洗花尘，断风。好，自血成彩。血山万场。奈落。那么容易？萧瑟，穆雨墨，你们已经输了，还想打什么算盘？这位女施主还在啊，不如留下，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再走。切，葵这个家伙真是不中用。叶姑娘猜的没错，那蛇的弱点果然在嘴里。得逞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臭和尚，你再敢胡说一句试试？萧瑟，
萧瑟，萧瑟，萧瑟，萧瑟。叶姐姐，萧瑟会没事的，撑不了几天了。萧瑟体内那股阴柔之力已经渗透进他的全身经脉，现在还活着已经是奇迹了。都是我，如果我不贪图那三蛇岛的蛇，前方是暗潮了吧？是，据说从来没有人穿越过，也没有任何消息流传出来，只怕此一去。阿弥陀佛。行路至此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不会再退缩。穆兄，请为我们备船吧。笑笑，一定要活下去！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出发，海外仙山。这就是暗潮，还真是奇怪。护住萧瑟！野姑娘小心！啊！我们漂了一个昼夜吧。过了暗潮，那海外仙山也快到了吧？啊，到了！哎，醒醒，都醒醒！我们真的到了！仔细看，这不是那座仙岛。不是仙岛，那这是……哎，怎么是三蛇岛？难道我们走错方向了吗？散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知甚紧，水中月，镜中花罢了。这世上多有这样的事，看上去是有的，实际上却没有。萧瑟他是在想他的武功吗？哎，可是为什么这申请又来了一次啊？这一次是真的。和光同尘，不愧是仙人居所。哇，不愧是神仙啊，住的地方都这么仙气。想不到这岛上的动物都通了灵性。道法奥妙，这些鸟兽每日与仙人相处，近者可得灵气。为什么这些动物只和叶姐姐很是亲近啊？还记得在船上我跟你说的吗？你不够温柔。和尚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千洛施主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哎，谁在闹啊？想不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鲛人，竟能今日得见。听说这鲛人会在圆月时高歌，歌声紧美，甚至可以难以是魂魄的流动驻足。如道士能有幸再听上一曲，那才更是风雅奇韵。沧海月明，鲛人已识。先前还觉得这湖泊怪异，想不到是藏了这么多鲛人。看来各位对我这鲛人湖畔很感兴趣。贵客临至，不甚荣幸。仙人，我是百里东军弟子唐莲，冒昧带几位朋友来此，求仙人治病。相见即是缘，何来冒昧？哎，这仙人挺好相处的嘛。不愧是仙人，拂袖间竟能让人精神百倍，疲惫全消啊！仙人法术玄妙，不知能否医治我的两位朋友？这位姑娘天生有缺，本该早就死了，而我正好可医。那萧瑟呢？萧瑟也病得很重啊。这二人我都能救，只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仙人也会谈条件？我助你们成地上之事，你们帮我改天上之命。我要让我死去的妹妹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啊！死人复活？生老病死是天道，强行逆转生死是鬼道。那么我猜，你是想以若依的身体重塑你妹妹的神识。仙人所说，可是此意？正是。啊！你个鬼仙，竟然要谋害叶姑娘！我便是要谋害，你们又能怎样？尔等见仙人，当跪！若依，若依，若依！
逍遥天境，很好。还有更好的！可惜，终究是太晚。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。不要威胁我。这些人对我来说无足轻重。我们走。雷武军，小瑟，我们不去救叶姑娘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怎么救？哎，那自然是……小瑟，那鬼仙我是打不过。不过你既让天女蕊和华锦去找船，想必你已经有了救叶姑娘的方法。我没办法，但你也大可放心，叶若依现在不会有事。鬼门月圆方开。月亮出现之前，我们就还有时间。那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？对了，我们去找百里城主。哎，师兄，你一定知道百里城主在哪儿吧？百里城主向来逍遥，无人知道他的所在。不过如剑仙，我倒是知道在哪儿。这箫不是如剑仙的吗？怎么在你手上？鬼仙的事儿，他到底不放心。那日我们在海上暂别，他特地将这箫交给我。这箫与剑相感应，我们顺着这箫，便能找到如剑仙。萧瑟，都走了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见到如剑仙啊？我们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吗？次次都迷路。如剑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啊？萧瑟，如剑仙在哪儿啊？哎，看来你们也误入了阵法之中了。哎，谢轩前辈，还有积雪姑娘，你们真在这儿啊？太好了，人多力量大，咱们快去救叶姑娘吧。叶姑娘出什么事了？那莫依想要重塑神识，复活她的妹妹。若依，就是她为妹妹选择的身体。莫依在这山洞中布下阵法，此阵只可进不可出。如此看来，他是早有谋划。我已经试过了，以我的内力，也只能撕开这阵法一瞬，随后马上就恢复了。不然我二人怎会在此坐以待毙呢？前辈，可曾在岛上见过我师父？或许他会有办法能破了此阵。唉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他饮了红尘醉，入了梦境。红尘醉，先前我只听师父提过。他说这酒可以让人暂忘凡事，一心沉浸于练武之中。他还说这酒是外道，练武重在心之逍遥。可为何师父却自己饮了这酒？此事要从头说起。当时我和积雪到岛上调查，
刚一登岛，我们便被莫伊抓了去。原本莫伊要除掉我们，关键时刻，百里城主出现，于是我们便与他一起被关在了这里。百里城主告诉我们，他虽被莫伊囚禁至此，却意外酿出了红尘醉。此酒他已连服了7日，再次醒来，他便能破境。一入玄游，一步登仙。多看看这个世界吧，你很快就要离开它。仅凭一己之力修炼成地仙，可谓奇才。只是这引魂之术绝非正途，还望你及时收手。你不怕吗？怕。若能劝你回头，自然最好；若是不能，只求你能善待我的朋友。放心，我会治好他的伤。一心为他人着想，你们真的很像。翻壁化魂息，记忆星河。翻笔息破息，坠衣星辰。妹妹，我等这一日，等得太久了。魂息归来！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那么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破开我的阵法，赶过来呢？糟了，莫伊已经起阵了。冷静点啊！如剑仙，你可知这莫伊师从何处？黄龙山，清风道人。既是阵法，找到阵其所在，便随手可破。此阵以6爻为基筑成，6爻变卦见生门。定是阵旗都在，才能布下这幻阵。雷无节，东北方位，出剑！乾隆东南方位，唐莲南方位，积雪西南，无心西北。最后的一卦，我亲自来。
先前我们找阵旗的方向不对，可这阵旗若不在地上，莫非？萧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没砍断阵旗吗？不，根本就没有阵旗。说有的是你，说没有的也是你。现在不是卖关子的时候，说明白点。你们看，真的有这么美的蝴蝶吗？我一直以为只存在我的臆想之中呢。不，这就是你臆想出来的。从我们进入这山洞开始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想象生成的。这蝴蝶是你想象出来的，而那阵法是我的想象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找……哎，我们可不是幻觉啊！这不重要，早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幻境，而在这幻境中，我们的想象一旦生成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叶姑娘生命垂危，我们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？刚醒来就给我惹这么大的事儿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，可有破解这幻境之法？不是我说你，好歹也是我百里东军的弟子，区区阵法就拦住你了？的确是弟子没用。哼，真是个石头一样的徒弟，开不起玩笑。我一生杂学无数，在这道门阵法上虽不及莫一先生，不过道法修为不够，蛮力来凑。一力将学会。走吧。师傅他真的破境了，不错，百里城主也入了神佑。那还等什么？救人去啊！鬼仙，你道行逆施，可得问问我雷无节的剑。想不到你们竟然活着出来！你这幻境确实厉害，可正因如此，你更不该把我们关进去。如今百里城主破境了，你以境界压制我们一事，也不复存在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叫他出来吧。我也来领教一下仙人之威。如此靓丽。仙云牛马杀人刀。就是现在，列阵捉鬼！青云，四象驱魔阵。此阵乃历代皇室专属，是怎么学的？和尚，趁现在！老
运之事，原来这里还有天启的皇子。攻！虽是蝼蚁，却已暗示。莫一，收手吧！百里东君，人死不能复生。莫一先生，你已入魔，还请放下执念。小百里，你大梦了一场之后，功力确实精进了不少，但还不是我的对手。的确，我只是初入神游，境界上确实不如你。不过，我这九剑仙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。天下武学尽在我手，纵是仙人，我又何惧一战？好，那我就见识见识你这神游玄境的功力。说好的神游之战呢？怎么还闭上眼睛了？神游玄境，神似可畅游万里。他们在战斗，也在蓄势。初入神游已有这般实力，还不错。别再试探了，出全力了。那你再见识见识这个。
曾经救过我，是我的恩人。但事已至此，我百里东军必为天下除魔。除魔？我不过就是想复活一个善良纯洁之人。你们这些无能之人，凭什么来定义我的道？阵法未成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除我？你以为你的神游玄境是怎么练出来的？开启这修复神石的阵法，还需要一把钥匙。刚才我一直在试探你的极限，就是想看看，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能否助我完成这最后一步？值。小百里，你是这么多年唯一来过这孤岛的我的朋友。但可惜，这阵法需要祭出一位神游玄境高手的内力。这一切全都是你算好的。若非是为了救妹妹，我也当真不想拿你祭这鬼神呢。你是故意助我入神游玄境？萧瑟一行人来现身，也是你算好的吗？你竟然不惜做到如此地步！不会让你感到痛苦。仙正，天有异象，天有异象啊！已经看到了。我等从未见过此等异象。古洛卷最后一篇。灭世卷里提过，白日见漫天星辰，仙人临世，毁天灭地。古洛卷，那是伪书啊！祭寻龙阵，我要去见他。一定很想家了吧？这一天让你等了那么久。小丽儿，哥哥现在来接你回家。不能这样！刘贤，你退下！啊！喂，谢轩先生，还是需要你出手才行。你觉得雷兄弟打不过那鬼仙，我就能救下百里城主吗？救不了，就杀了他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自量力！对不住了，百里城主！
师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萧瑟，他为了你们以命相搏，你却要杀他。大义当前，我亦无愧于心。和尚，师傅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被强开气门，内力所剩无几。百里城主，萧瑟方才实属无奈之举，若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也亏你竟想出这种法子救我出来。我本不愿滥杀，奈何你们一次次挑战我的耐心。小绿儿，失去百里城主的内力加持，这阵法似乎无法维持了。别高兴了，太子，这里可不止百里城主一位身无悬剑。接下来就让哥哥亲自来完成这最后的仪式。他竟然献祭自己的内力！为是那阵法大开极耗内力，他此刻也不好受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如剑仙，你可愿意和我这把老骨头再拼一回吗？不胜荣幸。好，我也一起去。我去你个头啊！啊！记住，救到了人，就赶紧跑，彻底离开这座岛。李明是红尘罪，快死的时候喝下它。回到北离后，看看司空长风有没有办法把你弄醒，这样至少能暂时保你不死。多谢百里城主。可是师父你……可是什么？我可是那冠绝榜首甲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更何况那莫一现在要耗着自己的内力维持阵法，说不好他打不过我呢。走了，师父。小百里，方才气门打开，让你内力近乎枯竭，你还想怎么样？
洛伊，你个装神弄鬼的老不死，气门被强开的滋味不好受。方才的交手不够正式，再来一轮。那又如何？维持着阵法稳定也不过需要我3成功力，余下7成对付你们足矣。9仙百里东军如剑仙谢轩前来求教。废话真多。你们2人合力确实有与我一战之力，若是放在平时，想必我会觉得非常有趣。但是现在，我没有这个耐性。想逃，晚了。他们已经远离虎心岛了，动手吗？再等等。太慢了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。云牛马杀人刀！萧瑟，抢！若烟，别愣着，快走！想死吗？都给我滚开！百里城主，先关心我自己吧。小子，快跑！百里城主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。忘了我跟你说的吗？可是，走！他放下！不可能！我绝不会把叶姑娘交给你。雷武军，海运。
万数废话！能将你师傅的拳法与这暗器手法结合至此，也算得上是天赋异禀。这么多把戏都是为了救他，那好，我就让你们救个够！叶姑娘，水下什么情况？鲛人的数量远比想象的多，我根本接近不了叶姑娘。下去救人。莫伊还在维持着那阵法，说明他并没有放弃救活妹妹，他是故意把若依沉入水中的。我担心的是这些鲛人，此时出水必有蹊跷。好美的歌声啊！这是我与爹爹最后一次见面的树林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女儿，我回来了。白小堂的一切都还好吧？爹爹，你的伤痊愈了吗？我继承了您的意志，如今我已是4守护中的白虎，我季若风此生最大的骄傲就是你，我的好女儿。爹，爹，你去哪儿了？不要丢下我！爹，爹，爹！莫伊，你说对了，这鲛人果然另有玄机。这歌声能勾起人心中执念，让人陷入其中。和尚，先去帮帮他们。别人中了幻银之术都呆立不动，你们两个怎么还动起手了？看
你个老不死的，拿命来！小子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再这么下去，怕是小僧先扛不住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招式？统统都使出来吧！完成了。既然你们不折腾，那就和我一起迎接小绿儿的到来吧。莫西，今以仙人之名为苍天，苦心修身数10载，是为逆天改命，引魂归。谢，归来，魂兮，归来！小绿啊，哥哥来接你。回来吧，小绿啊，哥哥不会再跟你分开。莫叶，你当真要逆天道吗？天道，自他夺走小绿儿那天起，逆天而行就是我的命。收手吧。师弟，天道有常，逆而行之，必遭反噬。国师，你来的还真是时候。永安王，别来无恙啊！国师还是这么爱开玩笑。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无恙？瞬息而至，莫非国师也入了神游？我不如百里城主，尚未有此境界。我是靠着钦天监的师弟们，才能让神思神游千里而至。齐师兄，师弟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也该叙叙旧了。国师以阵法加持相助，青天剑的恩情，百里东军记下了。百里城主，
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非得帮你们打一架才行了。哦，国师莫非还有别的办法？道家讲究五行，有修习火遁之术的，也有精通水遁秘法的。戚某不才，多修了第6行嘴遁。国师还是这么风趣，不过对于一个连恩师都肯杀害的人，不拿出点真本事，似乎不那么容易啊。师弟，师父他老人家可曾留下什么遗言？没什么，不过是论个对错罢了。师父道法修为远不如我，又如何能评价我？不愧是我的小师弟。如今你之成就，放眼北离国运300年，已是第1人。但是，身为黄龙山传人，你竟然妄用鬼门阵，你可知你已入了鬼道？哼，何为大道，何为鬼道？二者皆为道，不过一丝念头罢了。逆天而行，惊扰亡魂，就是你寻的道。就算你成功了，你就真能保证重新活过来的，真的是你当初的妹妹？试过才知道。你曾说万物生灵皆可贵，那叶若依跟你妹妹一样，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那为何死的却是我妹妹呢？国师，再不救人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师兄，多说无益，我们就尽快了结这一场同门缘分吧。跪！一跪相遇恩。再跪！二跪师门恩。再跪！三跪同窗情。我跪完了，那么师兄，请你去死吧！八卦心门。师兄，你的八卦太小了。国师可要撑住啊！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这个怪物。看来只能与百里城主合力了。能打过吗？还差1人。谁？一位佛门金刚。我这师弟入神游已有多年，底蕴深厚。若想赢他，唯有一法。国师的意思是，要佛道儒三教合威？正是。监正乃是道家之长，这儒家……百里城主师从李长生，李长生当年可是学宫祭酒先生，前朝1代大儒。城主就莫谦虚了，我虽称儒剑仙，功力却远不及百里城主啊！哼，你还真会找清闲。那这世门金刚……小僧就知道，这难打的架就少不了我。烦请2位施主为小僧开路。好。
真能三教合威，你们以为就能对付得了我吗？可恶！若依姑娘还危在旦夕，我却只能站在下面看着。这样的决斗，除非是逍遥天境的强者，否则根本无法参与其中。逍遥天境吗？你们还真是锲而不舍，但是跟我这么多年的思念之情相比，不值一提。三教合威，又能奈我何？刘无节，你疯了吗？你再强行破境，可是会死的。国师的意思是，儒释道三教合力，就能压制墨一的轨道。我学过一套拳，至今我还听那人的话，每天打一遍。大罗汉伏魔金刚无敌神通。如果我死了，但我们赢了，记得告诉叶若依，是我救了他。走了。就从你开始吧，师兄。把叶若依还给我！雷无极。难道这年轻人是天生玲珑心？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调和，加上他坚持练习的那一套佛门拳法，天生玲珑心的体质，加上他习得的这套伏魔拳法，对付鬼道有奇效，但是他应该撑不了多久。那该怎么办？请国师赐教。以他的体质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教合威的效果。我们三人把内力全部灌注到雷无节体内，或许能否击败墨一，就在此一举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听好，我们三人把内力全部传于你。三教之力本就源于自然，你的玲珑心与之相性最合，可以极大地压制墨一的轨道，岂能保你入半步神游而不毙？
施主全力降服鬼仙。好一位小金刚，这感觉太棒了！你很好，像你的父亲，也像你的姐姐。只可惜这一战看到的人不多，不然你也能一战成名。这是我来武界第一次名动江湖的机会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。千落，还有力气吗？把银月枪向着他投过去。以我的能力，有用吗？没时间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大家了。要相信我，也相信自己，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。好，嘿，呀！萧瑟，你骗我啊！天正，如何？一切就只能拜托雪月城了。你也想拦我？心魔银。仙人说太上忘情，说的是忘情，不是无情。停手吧，哥哥。你是我的一缕执念所化，竟来劝我。不错，我出现的时候，你还心存一丝善念。我陪你练剑，陪你渡海，陪你仙山修炼，
一年年过去，我们一起从小长大，一直互相陪伴。而现在，我真正的妹妹就要回来了。你也可以去心魔眼，只是让你看到自己的心。我的心，滚开！萧瑟，你们阻止不了我。醒来吧，小绿儿。百里城主，萧瑟，我乃陈氏何九监，借罪直上青天9000丈，不求见9天仙女迎风骨，只求见仙人一醉。叶姑娘，太好了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吗？小绿儿，我们回家。你是姐姐，你真漂亮。我长大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是莫依的妹妹。你可以叫我小绿儿。小绿儿，你可喜欢我为你准备的身体？哥哥，想不到还有机会见到你，再喊你一声哥哥。小绿儿，我苦修数十载，为的就是能与你重逢。看到哥哥这么厉害，小绿儿真的很开心。可是，我说过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只要你再向前一步，就又能回到哥哥身边了。不，我不会那么做的。姐姐是无辜的，万般皆是命数，能陪着哥哥走过我人生的全部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哥哥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哥哥，啊，我，哥哥，刚刚路过一个好心的大师，给了我2张饼，我已经吃掉1张了，还有1张留给你。只有这1张饼吧，我们1人1半。
是真的。大饼实在太香了，我没忍住就先吃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快吃吧。不急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为什么要骗我？碰上事到如此，再加上我的病，我不愿再拖累哥哥了。小丽，我没能救活你，你活下来了就够了。要将你拯救，挥袖沧海横流。哥哥，停下来吧，一切还来得及。就如陷阱，战多少鬼魅，不知谁与你为罪。一将换一生尽，没任它摧毁。曾觉得我渺小的卑微，在烈焰中浴火的花蕊，还未盛开就要枯萎。放下过去，就为了自己活一次吧。小绿儿会化作这世间的风，永远的陪着哥哥。在乱世风云之中，我已坚壮爱过。天火之雨落，誓死要将你拯救。萧瑟，他是怎么了？我想，是有些我们都意料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着。百转千回，手起之落，剑潮涨潮退，就如陷阱，斩多少鬼魅，不知谁与你为随。一将换一生尽，没任它摧毁。曾觉得我渺小的卑微，在烈焰中浴火的花蕊。叶姐姐，一盛开就要枯萎。若依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刘杰，小百里，莫一先生，诸位小友，莫一方才多有得罪。萧瑟，你想不想我救你？
像，但我不会求你。好风骨。住手！等等，不用担心，现在的莫弈身上并没有任何杀气，他只是在帮萧瑟疗伤。你隐脉中这阴眠之力着实鬼魅，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化去你的所有内力，连同那股阴眠之力一同化去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依然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。不过武功可以再练，内功可以重积。若你有心，重回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化去别人的内力算不得多厉害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化去别人的内力，还能让这个人活着，只有他能做得到。这是我的内劲，我给你一缕，只是这一缕就够你入高手之境。它能保你经脉不竭，以后你一点点练自己的内功，它就会一点点散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绝世良玉，而我深含屠龙之术，惜才本是人之常情。可你是仙人，世上何有仙？你我皆凡人。多谢。我还有一掌，你可收得了？请赐教。睡吧。前辈，那你也给若依姑娘治病吧。不用了，方才鬼门一行，我的心脉已经补好了。小绿儿没有夺取我的神魂，却将自己作为一破材料，医治了我。小百里，叶姑娘，没想到多年后重逢，真的治好了吗？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真的，实在抱歉了。还要多谢莫一先生救了这两位小友。不必谢，是我要谢谢你的那杯酒。据说世上传我这仙山有万佛朝拜，天女五皇，白日里鼓瑟齐鸣，夜晚星光如雨而落，是世上绝境。可谁又能知道，这是如此孤独的一个地方？我想大梦一场，大梦10年，恍然而觉。醒来后再去一趟那凡世，再过一遭真正的人生。在我入梦的这段时间里，如果小百里愿意，可否替我护法？荣幸之至。哎，没想到真的见到了传说中的仙人，还有9仙百里东君，
居然能亲眼见到两位神游玄境的高手对决，真的太帅了！哼，笨货！别想仙山的事儿了。啊，叶姑娘，我想我们踏上北离土地的那一刹那，永安王争王位的消息就会传开，等着我们的挑战可不少呢。是啊，要回天启了。师父，如今江湖动荡，血月城也是风雨飘摇。师父若能回去主持大局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怎么，13年前救了北离一次，13年后还得我来吗？大梦，谁先觉？春愁暗暗独成眠。惊魂复辗转，风花雪月几回圆。少年须将行，先一怒马试风雷。一饮300杯，要将日月换青天。江湖就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吧。